曹操死后，意外魂穿武大郎，一睁眼就看到一个美妇要为他喝死。大郎该喝药了。吾不是死了吗？难道又活过来了？大郎吃了这药，你心便不疼了。曹操只觉莫名其妙，自己是头风病，何尝有过心疼？他本就是疑心极重的奸雄。这莫名的药他当然不喝。汝是何人？将孤弄到这里有什么意图？许褚何在？你这厮是失心疯了吗？叫什么许褚？怎么不叫关公呢？汝是关羽同党，你要为他报仇。武大，给你几分好脸，你倒卖傻装疯起来，老娘可没那么多耐心。快喝！哼，奸妇想毒死姑妈，汝先喝几口，姑再喝也不迟。快给我喝！我这到底是被劫在了哪里啊？许褚不在身边，姑又久病无力，难道姑一是英雄，就要死在奸妇手中？确实古怪，吾哪里来的气力，仿佛回到了20多岁一般。你这奸妇竟敢害姑，看姑先弄死你！大郎饶我啊！奴家知错了，你我好歹夫妻一场，大郎只要饶奴家一命，此生此世，奴家绝不再有其他想法。这妇人莫非是疯子？吾其中好像并未有此人。吾先炸一炸他，查出幕后之人。奸妇，既然姑是你亲夫，又为何要害姑？说出主使之人，姑看在夫妻情面上饶你不死。潘金莲眼看小命不保，就把自己伙同王婆西门庆怎么毒害大郎的事情全部细说分明。若这女人真是疯了，这番话倒是条理分明；但若是不疯，我堂堂魏王怎么成了卖炊饼的武大？连老婆也被人偷了，还捉奸，差点被打死，也太窝囊了！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请看剃头者，人一剃其头。前世因，今世果，莫不是我前世杀人造孽太多，今生就成了个受人欺凌的武大郎？我前世好夺人妻子，于是今世妻子与人私通，多半是了。若不是忽然醒觉了前世记忆，只怕我这武大郎已被奸夫淫妇加害了。问如几件事，若肯老实交代，饶了你也不是不行。大郎请说，奴家一字不敢隐瞒。如今天下可是大魏，朝中皇帝可是姓曹？如今乃是大宋，官家姓赵，从不曾闻说有什么魏国呀。那如可听说古代有人叫做曹操？曹操，戏文里的那个曹操吗？记得是个白脸的奸臣。奸臣？那曹操死了多久？总有个几百上千年吧。你既然是我结发妻子，为何要在外偷汉，还要谋害亲夫？既然说了饶你，便是饶了。大丈夫一诺千金，只将实话说来便是。你若是一直这般威风，奴家怎么会去偷汉？奴家自问有几分姿色，结果却加了个3寸丁骨树皮，如此也便罢了。可你每天除了卖炊饼就是喝酒，晚上一不和奴家说心里话，二又不和奴家亲热，这算哪门子夫妻？难道孤真丑的惊天地泣鬼神？快把镜子拿来！这一般容貌，又是个穷汉，汝心有不甘也是正常。不过自古大丈夫，但重胸襟，不在相貌。当年魏王曹操也是又矮又丑，一次匈奴使者来见，魏王自以为行漏，不足雄远国。大郎，那个什么行，什么漏的，我没听懂啊。就是魏王曹操知道自己又矮又丑，怕这矮貌震慑不住匈奴，被匈奴轻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魏王有个大臣叫崔琰，身姿雄壮，相貌英俊。魏王就让崔琰假扮成他去见使者，而自己穿上盔甲，手握长刀，扮作一个侍卫。没被识破吧？倒是没有，只是事后魏王让人去见那个使者，问其观感如何。使者说魏王雍容儒雅，风度非一般人能比，但我看他身边那个卫士才是个真英雄。这个使者倒是好眼力，后来魏王可有重赏？有这等眼力的人，自然不是寻常人物，而匈奴又是敌人，这种人以后肯定是个祸端。魏王就派人一刀宰了他。宰了吗？这魏王好生霸道。当年天下纷乱，孤若不行霸道，又何以平天下？怪不得你今日如此霸道，难道你是想学魏王？咦，不对，这般精彩的故事，你就算听人说了，也不可能转述这么清楚。你今日像是变了个人。武大和你夫妻一场，也不必相瞒，武大本来便是魏王转世，只不过一直浑浑噩噩。倒是今天你要害我，把我真灵惊醒，让我想起了上辈子的事情。上一世，吾本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大郎，你莫不是失心疯了吧？你怎么会是那曹操？曹某一世英雄，没想到轮回里迷却本心，竟被人叫做什么3寸丁骨树皮。不可能，哪有这等怪事？不信吗？你若不信，姑自有让你信的法子。大郎，你身子还没好，呸！把这玩意打开。大飞天龙，大罗法咒，火热诸佛，起身，开枪！谢了，大王饶命啊！曹操死后魂穿武大郎，结果遇到西门庆捉奸。莫非小娘子下毒被武大发觉，正在挨打？
可是武大重伤将死，怎么有力打他呢？大官人不要说了，老身已经在此听足整整1个时辰了。小娘子这般动静，怕是在挨棍子呢。不对，那武大就算没死，又如何能闹出这般响动？他娘的，定是哪个刁滑的泼皮翻进楼中去了。大郎，必是西门庆的淫贼来也。咦，这时却又说人家是淫贼了？哼，你若早使出这等本事，老伯又岂会被人骗了？那私骗优良家妇女，不是淫贼还是什么？好，既然你对他无情，武大杀此人时，你莫求结。好啊，你打杀他1万次，也别想我求告一声。只是此贼高大有力，你定不是他的对手，枉吃他打。你且莫管，待我开窗喊抓贼，惊起一众邻里，他做贼心虚，自会跑了。你这贱妇变心倒快，果真是水性妇人罢了。你既然疼惜丈夫，吾怎肯让你没脸？一个刁民，又不是什么游侠悍将，未必奈何得了吾。冲喜！冲喜！冲喜！武大杀人也！你这老猪狗就是王婆！淫贼，带往何处去？武家哥哥，千错万错，皆是小弟的错。哥哥大人有大量，放小弟一条狗命吧。武大是个矮人，只有窄量，岂能放你？死矬子，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武大，我叫你爷爷行不行啊？武大爷爷在上，只求饶了孙子的命吧。辱骗奸无家妇女，岂能轻饶？爷爷要肯饶我，孙子情愿赔偿，只要爷爷说出个数目，孙子倾家荡产也要拱手献上。这武大之家颇是贫寒，要做大事，没有钱财哪里可行？难不成真让曹某去街上卖狗屁炊饼糊口？倒不如先勒索此贼一柱，以后再摆布了他为迟。你真有心要赔偿？孙子今日痛改前非，怎么可能不赔呢？千万别说吾欺负你，吾这条命差点被你毒杀，你就出1万贯钱赔偿吧。哎呦爷呀，满县人都说孙子有万贯家财，不过是图个口顺罢了，哪里真拿得出万贯家财啊？小人家的宅邸、生料铺子，还有几间门面，加在一起也不过2、3千银子，还都是些不动产。若论现钱，能拿得出1000余两银子，就已山哭海尽了呀。好啊你方才让吾说出数目，你说倾家荡产也要献上，如今吾说出个数目，你却跟我就地还价，岂非耍弄于吾？既如此，钱便不要你的，这条狗命就留在此吧。给，1万贯就1万贯吧，孙子认了呀。真是个欠打杀的贱种！你再写个1万贯的欠条来，给足钱款还你欠条。西门庆无可奈何，忍痛强撑着写下一张欠条。本人西门庆自愿赔偿5之钱财，今还欠款1万贯者。但他没想到，曹操一眼就看出欠条上有诈。爷爷饶命，孙子头昏一时笔误，容我重新写来。哼，奸贼，切莫和吾在耍什么把戏，真惹怒了吾时，教主九族皆成齑粉。不过反掌之劳，莫谓言之不预也。滚吧！一贯小看武大的街坊邻居们，这下全部惊得目瞪口呆。曹操转脸露出些笑脸，拱拱手道：“武大惊动诸位高邻，深为不安，势必之后再摆酒和各位压惊。”随后便回到家中，一进门，金莲就直接扑入武大怀中。死鬼，如何变得这般了得？西门庆那厮学过拳脚，却被你打得死狗一般。若早肯使出这般手段，我夫妻何至于被人欺凌？正有话要和汝说，汝既然伙同奸夫谋害亲夫，吾也留汝不得。汝本就嫌弃吾身短冒露，我就给汝一纸休书，放汝自去，以后莫来相扰。你竟然说出这般无情言语！常言道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奴家同你做了几年夫妻，就是有不当处，改了便是，为何就要休了我呢？吾既醒觉了记忆，如今便不是武职，乃是曹操。想吾曹操何等英雄，岂会郁郁久居人下？现在不休了你，将来出将入相，莫非还要带你富贵吗？我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做丈夫的护我不住，岂能怪我不真？只求怜我同你夫妻几年同甘共苦，饶恕我一回，若敢再犯，任你杀剐。一次不真，岂可复容？吾是要做大事业的人，放着你在家中偷鸡摸狗，岂不是坏了自己名声？大郎，你只说如何才可容我，奴家无有不从。别无他法，只能休了汝去。若汝果然肯改，或许将来还有转机。你如今醒了以往记忆，心肠也变得狠了。罢了，奴家便依你，只求莫要赶我出去。有朝一日，你瞧我改得好了，只愿能破镜重圆。吾正是此意，不然若轻轻放过了，汝又岂能记住教训？随后曹操交给金莲一封休书，金莲拿着休书呆呆半晌之后，忽然嚎啕大哭道：“如今奴家是个被休的妇人了。你既然休了我，又何必抱我？哼！吾如今不再是吾老婆，可谓别有意趣呀！哼，讨厌了啦！”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狂揍了西门庆。
冲喜！霸占了潘金莲，还逼西门庆赔偿自己1.2斤。没想到深夜遭到西门庆报复。武大，你得罪贵人，今日便是你死日。哼，西门庆让你们来的吗？啊！我们不认识什么西门大官人，我们乃是梁山上的好汉，闻你不义，特来除害。行了，别扯淡了。梁山好汉就来讨伐我一个卖炊饼的，当真好大手笔。司林且为我作证，这些人乃是盗火强人，进县城打家劫舍。你喊破了喉咙，也无人敢来救你，乖乖受死吧！大郎，快关门！来人呀，报官啊！强盗杀人了！对嘛，你这般护我，才有些好妇人的模样。不过不必担心，我早料到那西门庆不肯乖乖交钱，不买得此剑在手。不怕死的便上来。3寸颠骨树皮，你这是要唱大戏吗？武大郎杀人了！他们没人想到，武大郎身躯内的灵魂乃是曹操，而曹操少时当过游侠，习过剑术，一般小混混又何尝是对手？几个呼吸间，混混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其余人也吓得一哄而散。诸位高邻不必惊慌，这些盗贼进犯县中，杀之无过有功，都随我抬了尸体去县衙请功。在前往衙门的路上，曹操也从街坊邻居嘴中得知了梁山是个什么地方。忽然他就心生一计，准备彻底干掉西门庆。他讨要纸笔，写了一副状子：本县西门庆勾结梁山贼寇，里应外合攻入县城，县尊是先闻报，另一是5支引众壮士预先埋伏，待敌寇至，鼓噪杀出，县已被拿下，请县令审问此等贼寇。没一会，曹操就和乡亲们把打手们押到了衙门。当县令看到状纸，说是剿灭梁山贼寇后，高兴坏了。这要是处理得当，肯定是升官发财。于是连夜就开始审讯。只是没想到审问时，打手却说自己只是地痞流氓，因为收了西门庆的钱财才来杀武大，并不是梁山贼寇。县令一听，喜意去了大半。但曹操突然大喝：胡说！尔辈分明就是梁山贼寇，你是神刀李四，你是阎王查张三，他是一棍打他山王五，尔等皆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凶徒，你等分明就是要和西门庆内外勾结，先打阳谷县，再打东平府，然后立国叛宋。你们梁山的大头领，托塔天王晁盖啊，对，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自立为大梁国王，封西门庆内司做一字并肩王。这些情报，县尊明镜高悬，运筹帷幄，早已打探得清楚，安排吾等一名做伏兵，先败入梁山，再剿灭西门庆，抄了他的万贯家私。你等还想隐瞒吗？对极了，本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只为拿下你们这些叛国逆匪。你等这般凶顽，不狠打如何肯招？左右给我加力打这厮们，打死无论。是了，县尊老爷任期将届，得了这柱剿灭反来的军功，再加上西门大官人这份家私，岂不是前程无量？县尊大人，西门庆抄家之前，可否先容小人取回他所欠的5000贯债务？5000贯，不错，其中小人的本金乃是5000贯，还有大人借给小人的5000贯，也一并在内，回头便当奉还。哦，不错，你是一个信人，有道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武直，本县久闻你是打虎好汉武松之兄，果然兄弟2人都有非凡才干。那武松已在本县做了都头，你今番杀贼有功，谋略不凡，也做一个都头吧，便由你带人去抄了那西门庆的家私，取回所欠，并如实报上，可能办好。蒙县尊信重，吴某赴汤蹈火，也要办好这桩差。你等皆跟随武大都头，听他吩咐行事。西门庆内司数十年欺男霸女，吃下肥肥一份家私，10辈子享受不尽，骗他不知足，竟勾连强人，想要洗劫本县，供他一人受用，完全不把乡亲性命放在心中。幸好本县县尊智慧不凡，识破他的诡计，击败了梁山贼人。此次派遣我等兄弟去抄他府邸，大头自然要上交国家，但兄弟们辛苦一场，总要有意有嘴。这件事尽在武直身上，管教众兄弟都能过个肥年。全听大头安排。西门庆，吾乃是阳谷县武都头，汝勾结梁山叛贼，意欲造反之罪，证据确凿，吾此来正为抄家拿人。你这厮诬陷我放着富贵日子不过，好造什么反？大约就是吃饱了撑的吧。拿人，抄！这些梁山贼寇一个不留。来10个人，将这些尸首以及府中人口尽数带到前堂，然后细细搜寻所有财物，田契一件不许少，尽数搬到前堂，一并算去分配。报宅邸、铺面、店铺、宅院、良田、珠宝，合计约莫10余万两。这是50个重达10两的金元宝，这20个上交官府，这剩下的30个，兄弟们来分一分吧。什么10两黄金，能有个3、5两白银，做梦都能笑出声了。
这10两黄金竟要分给我们，这不敢要啊！汝等且放心收起，吾自有主张。西门庆这厮结交梁山贼寇，人家怎么肯为他出力？必是用钱买通。对，这些钱定是被梁山贼扣去了。西门庆这厮偷我女人，他自愿赔我1万贯，这些银子也差不多正好，你们直接抬到我家中。武大都头，嫂子看见这许多银子，险些喜运在地。嘿嘿，等你们回去，家里老婆说不定也要晕倒。且看这里的铜钱8300贯，留下2300贯充公，你们一人取20贯去。什么？得了金子还有铜钱呢？嘿嘿，这4000两银子留1000两入库，你们个人先取100两。这些物事大的别动，小的首饰各取1件送老婆吧。这些锦帛绸缎也各拿2匹去给老婆做衣裳，拿得贵了见了各凭手气，不许退还，不许争执。这些银冬瓜挑6个献给县尊，2个献给县尉，至于这些金银，则给衙门里的其他兄弟分一分。嗨，诸位应该听过财不外露的道理。如有人问起今日之事，尔等就说没拿钱；如是亲朋友问得紧了，就说每人分了20贯钱1匹布料，然后请他们吃杯酒席。等1、2年后，这些钱财再慢慢花销，此乃避祸之道也。不投的话是金子言语，有一个漏了风的，便是我等大家的对头。不必做大家对头，只做吴某对头便可。吴某能带人发财，自然能教人丧家。西门庆便是榜样，全听武大都头的。此事之后，曹操名气大振，不仅和官家搭上了关系，还笼络了大片人心，也由此博出个名号。人们听说他一剑杀死西门庆，抄了满门，县里人就都称他断门剑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霸占了潘金莲，弄死了西门庆。在抄家抄走了西门庆的家产之后，很快他就拉拢起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势力，上到县令，下到地痞，见到曹操后都要尊称一声武孟德。但这却惹怒了梁山。一天，他正和潘金莲打算睡觉时，突然有人踹开了门。我斩！果然有点东西，呵呵，断门剑好大的名头，可你不该踩着我梁山扬名。原来是梁山好汉到此，失礼了。吴某本未想借梁山扬名，然而那天来杀吴某的人自己报了梁山名头，吴某也只能顺水推舟，得罪之处还望莫怪。行了，别扯淡了。好一个顺水推舟！武直，我等也不难为你，你出来和我们过上几招，杀不得你，我等转身就走。以后你尽可在江湖上说些一剑败梁山之类的屁话。若是杀了你，呵呵，那就怪你自己命短吧。好汉也敌不得人多啊！大郎，你上楼，快爬上隔壁屋顶逃走。我这2条腿的长度跑得过谁呀？我跑容易，你可怎么办？他们既然自称好汉，多半不会杀我这妇女。你这般美，就算不杀，也难免会被阴。我本来也不是干净女人了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，你不要嫌我就好。这婆娘果然不是会为了贞洁宁死不屈的种。也对，生命何其可贵，受辱了报复回来便是，死有屁用。老子可不会做伪君子，他妈的，老子宁愿战死，也不会让他们引你。大郎，贱妾岂值得你这般厚待？想到以前那般看不起你，我真想捅自己一刀。诸位好汉莅临，是要文笔还是要武笔呀？文笔怎么说，武笔怎么讲？武笔者，各位一拥而上，乱刀齐下，把我砍作肉酱。文笔者，大家各出一人，各成本事，且看谁高谁低。兄长，武笔吧。学究也太小心了，两只撕不过一个错汉，放着我几位兄弟在此，谁赢不得他？大哥说的不错，让我和他放对。你这 S 便是什么断门剑武直？正是吴某，兄台何人？我是梁山赤发鬼刘唐，来吧。刘唐胜在力大刀长，杀法凶狠；曹操胜在剑术高明，心思冷静。两人叮叮当当打了20余合，难分高低。刘唐哥哥暂歇一些，让兄弟替你一阵。兄弟，你这刀法未经名师，能有这般能耐，当真天资纵横。什么武功还不都是人创出？我火焰落阮小七自创的这套刀法，一样杀得强人，冲得军阵。七郎退下，带我来斗斗此人。我是短命二郎阮小五，来领教你这厮的剑法。算你赢了，兄弟这自创刀法别具一格，加以时间必能放异彩。你这人说话，倒和我家吴雪娇相似。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倒可多多亲近。这位英华内敛，想来便是吴学究了。我们俩来过几招如何？技不如人，不必献丑。看来阁下果然身怀绝技。我是梁山坡之主赵在，我来领教你的高招。原来是托塔天王当面，大寨主亲自下山折杀吴某啊！晁盖哥哥，你是山寨之主，理应压阵。这一场让小弟来吧。张飞，你是俺林冲哥哥豹子头小张飞的名号。我这赶铁毛才换没多久，你竟知道了？又不是打仗，
就用此刀领教尊家的剑术吧。此人刀法中夹着枪法，显然更擅长相矛。他是何以兵器，我怕是上撑不住10招啊！打不过他呀，要不认输吧？这还是我自小被欺负的哥哥吗？一进城我就感觉有处最近，他这是被哪路神仙附身了，还是被毛神野鬼夺了舍？若是被夺舍，捅破了天，我也要把他打杀了，为哥哥复仇。不过眼下此景，还是先救出哥哥为上。车轮战对付我兄长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什么鸟人？足下这般惊人身手，可是打虎好汉武二郎吗？我正是武松，独等梁山草寇，不在水河中避祸，如何敢到俺阳谷县讨爷我？他便是武大的亲兄弟武松武二郎，没想到竟然是他。我在柴大官人庄上时，便久闻此人不凡。今日一会，真不愧是80万禁军教头。我若不使出得意手段，如何赢他？林教头，多承让。林某技不如人，多谢武都头手下留情。林教头是马上将军，和吴某布战，本是吴某占了便宜。若是军前厮杀，吴某就未必是教头对手了。二位不必谦让了，以在下之见，我们林教头和武都头都是天下1等1的好汉。曹某习武数10年，也未曾见过这般对手。阳谷县有武都头坐镇，我等也只好前身水泊避祸了。吴某牵挂家兄，一时情急冲撞，朝天王莫要见责。不怪武都头，原本是我等来的冒失。要说冒失，还是兄弟我太冒失，不合依这小贼之言，辱没大寨声名。诸位都是江湖中成名的豪杰，若不见气，便请入韩氏共饮一杯，如何？吾等此来以问罪为名，实则是要结识好汉，岂有不从之理？欢迎光临！金莲见曹操引众强人入家，还让他整治酒水菜肴，他直接吓得手脚发抖。我等凶名在外，却是惊到了嫂夫人，不如请嫂夫人楼上高坐，让小五小七2个胡乱整治一番便是。这些都是热血刃侠的好男儿，虽有些误会，说开便是兄弟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上去歇着吧。金莲为了给老公正脸，强压恐惧说道：“放着我家大郎在此，奴家有什么好怕的？诸位好汉且高坐，酒菜片刻便得。”好个贤惠嫂嫂，武兄端的有福。今日得以相交诸位好汉，又恰逢我亲兄弟武松办完差回家，正是双喜临门啊！诸位且先干一碗，慢慢叙话不迟。痛快！我梁山距这阳谷县不远，前番闻得二郎打虎之名，已是满山喝彩。不料新近又传出大郎的威名事迹，一县之中竟出了贤坤仲2个好汉，当真是地解人灵啊！我算什么好汉？不瞒诸位，我武大自小便是个懦弱之人，生得又短矮。若不看我兄弟之面，多少人都来欺凌。我们本是清河县人士，缘何搬来阳谷？便是因为我兄弟出门在外，我被欺负得难以存身，这才带着婆娘逃来阳谷度日啊！武家大哥这话太也荒唐，以你这手剑法，不说惊天动地，至少不落了我刘唐。一般百姓谁敢撩拨虎须？我的事情，我家二郎尽知，想必此时他才是最为困惑的人啊。不错，我的大哥是何等脾性，我二自小看大。大哥，非是做兄弟的无礼多疑，只是你的这番变化忒也大些。我二不得不问一句，你是我的大哥，还是什么山精野怪，劈了我大哥皮囊害人呢？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弄死了西门庆，征服了潘金莲，可没想到被武松怀疑是有山精鬼怪附了武大的身。众位好汉，还有二郎，你们信不信轮回转世之说？这等事都道其有，可真个有无，又有哪个得知？贾亮先生，你阅历广博，可知有无轮回之事？有道是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化姻缘恐断肠啊。鬼神之事渺渺茫茫，某曾读过甘泽谣，上面却有轮回转世之说。哎，好一个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化姻缘恐断肠啊！诸位，我这一世本也浑浑噩噩，只是卖炊饼守着婆娘过活，谁知娘子美貌，惹来本县一个财主觊觎，竟要害我。生死之际，竟想起了前世经历，前世曾经有的性情，本是顿时复惧，便痛打那财主一顿。可此人不知悔改，寻觅人手自称梁山好汉来杀我，被我反杀了许多，并以勾结梁山为借口报官，一举了解了那财主性命，自己也弄了个都头职位在身。好手段，端的是举重若轻啊！却不知武大哥前世是何许人也？前世之我，生在汉朝末年，先有十常侍扰乱朝纲，又有太平道祸乱天下，再是西凉董卓擅权，无欲救天下，散尽家产，招兵买马，扶持汉室征讨不臣，数十年努力，及至离世前，只有江东、西蜀两地未平。这般说来，吴先生可知吴前世乃何人？魏武皇帝，你是曹竟是孟德公当面，小子无用，草自学究，道号嘉亮先生，江湖朋友给面，称我一生智多星。小子见过魏武皇帝陛下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还望陛下勿怪。哎呀，没想到竟然能和皇帝一起喝酒，痛快痛快。
嘉亮先生还有诸位好汉不必多礼。嘉亮先生博古通今，当知武皇帝三字乃是犬子无礼，妄自加封，在吾心中，吾永远是大汉的魏王。魏王殿下虚怀若谷，小生受教了。汉末三国，魏蜀吴争夺天下，其中最强盛者便是魏，创立者乃是鼎鼎有名的大英雄曹操曹孟德。但是孟德公本身以汉臣自诩，一直不肯代汉而立，直至去世后，世子曹丕始登帝业，追封其父孟德公为武皇帝。我操，牛逼！那你到底是我哥哥武大，还是曹操？兄弟，你还没明白吗？武大即是曹操，曹操即是武大，曹操乃是武大的前世，武大乃是曹操的今生，只不过机缘巧合，让我想起前生之事，但我二人的血脉之情却是怎样也不会改的。要是这般说，这找回前生记忆也是好事。哥哥原先诸般都好，就是太过老实懦弱，万没料到以前竟然是曹操那般豪杰。如此一来，我再不必担忧哥哥被小人欺负了。我也曾听人说些三国故事，像那袁绍、袁术、吕布等人何等豪杰，还不是一个个死在曹孟德手中？西蜀刘备、江东孙吴皆是雄主，却只能结成联盟，才能挣扎求活。武二郎担心别人欺负你兄长，以在下之见，怕是能欺负你兄长之人，寻遍当世也无一个。怪不得嫂嫂变得贤惠了，我武大哥哥能容他颇横，曹操安能容他？不料世间真有前生之事，却不知我等前生都是何人。汝等是何人，我虽不知，我家二郎前生，我倒是知之甚详。当真是应了嘉亮先生故事里的那句诗：欲化姻缘恐断肠。那是初平年间之事，吴任东郡太守，那时黄巾军余孽祸乱山东，太仆朱俊保举吴去平叛，于是大破黄巾，招安战兵30余万，从贼男女100万余口，吴便则其中精锐者，组建了一支青州兵。朝廷加封我为镇东将军，有军无将，便如蛇之无头。当时我麾下将领不够使用，于是四处招募贤才。有一天，夏侯惇引一位大汉来见，到他在山中狩猎时，见这大汉逐虎过涧，特引来向我举荐。我问他姓名，他说他叫典韦，典韦相貌堂堂，高大魁梧，跟二郎便如一个模子里拖出，使2条铁戟，重80斤，舞动如飞，全军无一人能敌，又带短戟10余支，飞出杀人，力无虚发。我的对头刘玄德麾下关张赵皆万人敌，也未必便胜得了典韦将军。端是好汉，前世逐虎过涧，今生赤手杀虎。武二郎无论前世今生，都是坐定了大虫的对头。原来我前世竟是兄长帐下战将，濮阳战吕布，吾为伏兵所困，无计脱身，便是典韦杀入重围，救了我去。数年征杀，逢战无敌，立下不少功劳。可惜那1年吾在宛城征张绣，此人先降右叛，夜袭无营。因惧怕典韦无敌，特地请其饮酒，喝得大醉而归，又使人偷了他的2条大戟。是夜，敌军奇袭，典韦对我道：主公快走，待我迎敌。他找不到用惯的大戟，铠甲亦不知所踪，只得拔出腰刀，手刃敌军20余人，刀锋毁损不可复用。敌军枪阵密如伪劣，典韦死守营门，一步不退，身中数10枪，血披全身，对我大叫：主公还不走！典韦王死，吾之心肝，实如刀绞。然战阵无情，吾指曹安民牵5个马奔去。后来听说典军抓住了2个敌军，倒提当作大锤，一连击死数十人，群贼不敢进，以乱箭射之，典军血流满地，极致气绝，由大睁双目，虎立营门，敌军数万，无一人敢入此门。大丈夫生死壮烈，真不枉此淋漓一血也。全赖典韦挡门，吾得以从后门逃脱。侄子安民不随，路上又遇伏兵，吾又必中箭，战马1中30，走到河边，贼兵追至，安民回身力战，被砍为肉泥。吾纵马冲过河，才上岸来。吾征战一生，早是生死汝等闲也。然若无典韦、安民、阿昂等人，又岂有吾之命在？安民、阿昂结骨肉之亲，典韦却非我家血脉，幸得天可怜见。1000年而后，吾竟与汝生为骨肉兄弟。汝年少时好气斗勇，我随你吃多少苦头，现今想来，却是要还你前世救命之债也。这时武松想起性子懦弱的矮哥哥，从小省吃俭用供养自己长大，更供自己拜师学武，又因为自己受过许多牵连。原来我和兄长缘分非止此事，若非兄长开示，我二哪里得知前情？今生还当追随兄长鞍前马后，以全我兄弟2世义气也。若非这般哥哥，哪里配得上这个兄弟？若非这个兄弟，又哪里配得上如此兄长？可知他一双兄弟，此生亦必有不凡之举。我等兄弟究竟已非良人，你2人又是官绅，不便久聚。若肯念此义气，闲暇之时，不妨来梁山坡探望我等，到时候再当痛饮。晁盖一行人离开时，曹操取出1坛金银相赠，只是晁盖却不肯收视死亏却。最后曹操和武松将6人送出县城10里方才返还，自此双方确定了深厚的友谊。兄长，我这些年也习得一身异业，刀枪棍棒无不使得，只是却一直不曾选定真正的兵刃。昨夜听你说来，我倒是该用双戟才是。吾这些时日也曾观察揣摩，如今天下看似太平，实则翻覆之祸已在目前，只是宋国朝廷军昏沉溺，竟然视若不见。我辈堂堂汉儿，
岂能任由葫芦欺凌？说不得有一日，便要我兄弟出头，为天下汉人重开新天。兄弟，你这身武艺，将来必有大用。早早将器械定下，最好不过。报大都头，县令有急事相找2位都头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不仅成了武大都头，还统帅1000精兵前去剿灭清风寨花荣。报武大都头，前方2方人马互殴，堵了咱们去路。哟呵，二弟走，前去会会。这2人技法也是寻常，不过打扮倒是花里胡哨。你是哪根葱？胡言乱语什么的？我2人这2条戟，走遍天下也再难有第3条能技。哟呵，那你2人看我这2条戟，又觉如何啊？你这2条戟傻大粗笨，砍树或许可以，上阵便要露怯。我这2条戟练成，还未逢过对手，今日狭路相逢，要不你俩拿头来试试，我这戟是否只能砍树？就凭你也配邀战我2人？只有一个就可以，只要3招没有干翻你，我给你磕头。兄长，容我去耍一耍。怎么样，磕头吧？磕什么头呀？你不过仗着力大，他不曾防备罢了。若是比技法精妙，他要胜你10倍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们俩一起上，让我看看何谓技法精妙，我也不用力气压你们。我2人坐井观天，今日才见世间豪杰，愿知哥哥大名。此乃我嫡亲兄长武直，至于在下姓武名松。难道是阳谷县的武氏兄弟武孟德和火典韦？不过是江湖朋友谬赞罢了。不知2位兄弟姓甚名谁，何故在此相斗？小人姓吕名方，因爱吕布为人，特地学了方天画戟，人都叫我小温侯吕方。原本是来此地卖药材，却被恶霸西门庆骗了本钱和货物，不能返乡，就站住这对影山打劫度日。前几日听说武家哥哥杀了西门庆，小人喜得连喝了3日酒，本想去阳谷县拜会，谁知近日来了这个壮士，要夺我山寨，因此连日与他厮杀。小人郭胜最爱使画戟，江湖人称赛人贵，一向贩水银货卖，谁知黄河里遭风翻了船，回不得乡。听说对影山有个大王使得好，故此特来比试技法，连战数日难分胜败。没想到遇2位哥哥，真是幸运哦！难得，我8人有这番缘分啊！哪里有8人啊？武直、武松、吕方、郭胜、曹孟德、典韦、温侯吕布、薛仁贵，岂不是8人？这2人武艺虽然平平，但胜在年轻，若有高手调教，不难再进一步。而且又都是买卖人出身，想必办事也还利落，不如收归麾下。吕兄弟、郭兄弟、吴某、关入2人，皆是堂堂一表，邻里一区。绿林虽然自在，却不免淹没了大丈夫的英雄气，倒不如随吴某投军剿匪，一刀一枪搏个封妻印子，光耀门楣。如此既不负父母生你一场，也不枉苦学了这身本领。不知2位兄弟意下如何？哥哥要抬举我等，哪有不肯之意？我2人年轻识浅，还望哥哥多多教导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狂揍了西门庆，冲西霸占了潘金莲。现如今决定带着武松攻打清风寨花荣，结果恰好遇到花荣投奔梁山。兄弟，你我各分1半人马，吕方带人跟着我，郭胜跟着你，我们去2边林中埋伏。对方头一队是开路先锋，必然精锐，且放得过去。第2队留神看他带不带辎重，若带得多，也放得过去；若无辎重车辆，便是断后之军。我等先打他的后军。收到。且放他过去。第2队带着辎重，这般看来，他们只分了3队，第3队就是断后的，准备动手。给我打！直接瞄准了，轰他娘的！金毛虎燕顺，白面郎君郑天寿，矮脚虎王英在此，谁敢挟我队伍？我乃小温侯吕方，特地来取你首级。慢！别来打这老子！吕兄弟，临阵斗将，生死只在顷刻，务求当断则断。你直接杀他，倒还省了1匹马。何方鼠辈，胆敢偷袭我军？二弟何在？武二在此。好大气力！郭胜截断敌军归路，吕方正面破敌。你们是何人？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何故要劫击我等？好说，我兄弟乃是东平府阳谷县的都头，今青州府治下清风山草寇攻打州府，青州军将秦明、黄信降了贼，慕容知府特地借调我2人领军赴青州平叛。阳谷县的2位都头，莫非是武孟德武大郎和火典韦武二郎吗？江湖上朋友谬赞罢了，正是武大、武二。在下便是秦明，久闻武家昆仲乃是盖世豪杰，只恨公务繁忙，不能相见，
谁知今日相逢，却是这般情形。天下从无一帆风顺之事，龙游浅滩，虎落平阳，在所多有，何必介怀？只是吴某有一事不明，将军本事高强，官也做到了统治使，纵使讨贼不利，又何必从贼呢？武大哥，且容小弟禀告，你便是镇三山黄信了，且起来说话。非是我师父没骨气怕死，只因慕容愿达过于刻薄之故。前番我师父攻打清风山不利，中了计将计，在山上盘旋，不去到处寻人厮杀，急切间误他陷坑，遭人拿了。本来我被江山许国，死则死矣，不料对方伙中却有个惊天动地的好汉，乃是郓城县押司，即是与宋江宋公明。公明哥哥不是在柴大官人庄上吗？怎么去了清风山？那宋公明仗义疏财，好汉谁不敬重？他夸我师父本事奢遮，要留他在山上做头领，我师父死也不肯，便说明日送我师父下山。谁知夜间叫人扮作他攻打青州府城，在城外杀人放火，慕容老狗昏庸之短，竟将我师父满门杀害。这般大仇，谁人能忍？因此我师父只得落草，又来清风寨收我投降。我黄信孤家寡人一个，只身本事，知府官阶，皆是师父所与，自然随其而去。山东、河北两地名声超拔者，大名府玉麒麟一个，沧州小旋风一个，梁山托塔天王一个，郓城及时雨一个。我自醒觉以来，名声渐响，也能算我一个。这5个里，以小旋风、及时雨和我这段门见，武孟德名头最响。我将来若要大局，势必要远胜其余。而且宋江、刘秦明这条计策，推也酷吏，不是英雄行径。秦兄弟，你受委屈了。宋公明此人，我在阳谷县也多闻他的好名。他此刻在何处？宋公明到清风山山矮寨小，敌不得大军，于是举寨去投梁山坡，分作3股上路。他和花荣在第1股。我欲和宋公明一叙，请你2人勿闲奔波，快马追上他，告诉宋公明，他们的2队、3队已被我所擒。阳谷县武职武松兄弟在此专候。有罪小吏，不知武士昆仲领天兵到此，未能自负远迎，百死莫赎。只求能放我几位兄弟，拿宋江去千刀万剐。宋江亦甘心情愿。此人仗义疏财，待人诚恳，故颇能收揽江湖好汉之心。但是动辄姿态过低，却又有狗肉上不了席的感觉。有刘备、李闲下是谦恭和蔼的一面，却没有刘玄德骨子里的傲岸与自信，便显得有些油腻和猥琐。此人不足为吾之敌。公明哥哥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何至如此？二郎，我和你乃是私意，令兄前来捉我，却是公事，岂可以私废公，令兄长为难。兄长，你快劝公明哥哥起来啊！都是自家兄弟，当真要捉他吗？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带领武松袭击宋江，打死了燕顺，制服了秦明，吓得宋江连忙求饶认错。有罪小吏，不知武士昆仲领天兵到此，未能自负远迎，百死莫赎。咦，此人甚是油腻猥琐，动辄姿态过低，说他是好汉，却有狗肉上不了席的感觉。此人不配与吾为敌。某只求能放我几位兄弟，就算让宋江去千刀万剐，宋江亦甘心情愿。哼，宋公明，你以义气2字闻名江湖，然而为逼秦明落草，假扮他袭击州府，杀百姓无数，以致魂官报复，屠其满门。吴某今日便要问你一句：百姓何故？秦明何故？他惨遭杀害的妻子家人何故？秦明想起那日回城，发现自己全家人都被杀害，并且抛尸城外，尤其官兵见到自己，更是用枪挑着他老婆头颅来挑衅他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宋江为了逼他去梁山，假扮真正在而知府也是昏庸无能，竟然中了计谋，为了报复直接屠了秦明全家。秦明无奈为了复仇，只能投奔梁山。兄长容禀，小人这条计策虽是毒辣些，本意却是为留秦兄弟一同相聚。小人先前也曾打听，他亲戚虽多，却无父母无子嗣，最亲的也就是婆娘。这次虽然不幸害死了他，但恰巧花荣有个妹子，又美又贤，已经嫁给秦兄作为补偿。照这般说，他如今美妇新娶，正是人生得意之时。可你看他可得意否？我也没料到秦兄弟对婆娘如此情深，这件事是小人办得差了。秦兄，你若有恨，便插小人2刀，宋某绝不还手。罢了，只怪秦明自己命苦啊！哼，我辈男儿生于世间，功名利禄都是次一等的，头等大事乃是抚养无愧此天地。大丈夫学成本领，上则保国安邦，庇护百姓，下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弱仗力强，则是弱小如猪狗，杀之如鸡犬，则与禽兽何异？哼！今翻看吴家2郎面上，且放尔等离去，若再被吴之辱屈人杀害无辜，宋公明纵天高九霄海深无底，我武职亦当为那些冤魂讨还公道2字，吾谓言之不预也。撤军！方才这番话若是刘玄德说出，才能叫理直气壮。
曹某虽然自诩英雄，却也遭过滔天杀孽。若不是转生此世，看见史书上南北朝一族称我汉人为两脚羊，同文同种的族群之念，曹某又何尝有之？五大都头所擒俘虏还有10余个，要如何处置？宋江不过一介草莽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。今日给兄弟面子，饶他一次，任他兴风作浪去吧，都放了吧，任他们去。武大哥，秦某思之再三不愿落草，还请武大哥收留。秦兄不可啊！如今你乃戴罪之身，若是被官兵捉了岂不？公明兄放心，吴某虽只是个都头，却也有几分担待。若是护不住秦明，我和他同去梁山找你入伙。既如此，小弟也放心了。兄长，燕顺哥哥死了。燕顺兄弟，是我害了你啊！倒非有意杀他，是他不小心摔下马，跌破了脑袋。不过那日青州府外残害百姓有他一个吧，也不枉死。你这矮子，以后跟着公明兄好生学做人，不许再害无辜百姓。武将军如不嫌弃，我郑天寿也甘愿追随。那天打青州的没有我，郑某手中也很少沾染人命。姓郑的好不要脸，你要投降别人吗？某本就是个银匠，要不是你们把我抓到山上当头领，老子打打银子娶个老婆，再生几个小崽子，不比当大王快活。郑兄有此意再好不过。既然你以前走江湖做买卖，吴某手中刚好有些生意，可以交于你来打理。多谢武将军，小人定当鞍前马后，为将军打理好一切。好吧。死矮子，竟把我们的物资马匹全带走了。我等以后还是避着他吧，他之大，江湖容不下。报知府大人，武大武二剿匪归来。让我会会这个武孟德是否真有本事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拳打梁山脚打宋江，18路好汉都被吓得瑟瑟发抖。因讨伐梁山贼寇有功，县令说什么都要让他做军营副将，但没想到遭到兵马都监董平的反对。你这矮厮阳气可甚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操！这鸟人敢对我兄长无礼，有能耐来跟吾干一架！你过来呀！出来单挑啊！点到为止啊！董平素来心高气傲，目中无人，本以为武松也是小卡拉呢，可交上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错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武松打了一百08刀。要不是他武艺惊人，害罪过，怕是不出3回合就要败下。就在他快要撑不住时，忽然耳边传来了天籁般的声音：“二郎停手吧！”服了，我二郎确实牛逼。来人，赏武兄董兄每人200两，再发一身战袍，封武大郎为副将军。且慢，副将之位留给我家二郎即可。吴老婆还在阳谷县，可不能没人看管啊！哟呵，罢了，那就由你。来人，封武松为副将军，再喊几个妹妹，今日和武兄好好快活快活。哥哥为何要留我在这里当副将？难道你我就真在小小的县城混一辈子？我大宋迟早和女真大辽有一战，你且在军营多多结识英雄，他日必有大用。兄弟虽不懂，不过既然哥哥有安排，我全力做便是。明日吾就回城找你嫂嫂了，你且安心待着。武大哥回来了。今日武家酒楼吃喝全面，弟兄们敞开了吃。秦兄、黄兄来与吾商议一下大事，我等洗耳恭听。你们看，这大宋南有大黎，北有辽国，西有西夏吐蕃，可谓是强邻患侧。武兄何意？这都不是重点你们看这个女真，数年前2万女真大破70万辽军，确实听过，不过吹牛逼的吧？非也，这可是女真立国之战，如果未能伤到辽人，辽人岂能同意对方立国？我靠，牛逼！真乃虎狼之君，幸好离大宋挺远。可是经过蒸日上，辽国暮气沉沉。以我之见，10年内，金国必定吞噬辽国，接着一路横推大军压宋。既如此，大宋岂不陷入了危机？没错，尔等皆是英雄好汉，难道就愿眼睁睁看着我汉人若干年后成为一族的牛马？不愿。哥哥准备怎么办？当然是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！我们要打仗，还要打胜仗。奥利给！干了，兄弟们！现如今愿意追随吴人，已达315人，秦兵黄信在。你等都曾带过部队，现如今我这些人手全交于你们，你等就前往阳谷县东90里的士尔山，在山上里寨每日操练。谨遵哥哥之令，不过切记不可骚扰百姓，吃穿用度吾派人每日送去。是。养兵最怕钱粮不济，不过吾已在城中盘下好几个店铺，生意可谓是十分兴隆。郑兄曾走过江湖做买卖，这些店铺就交由你来打理。
哥哥如此相托，小弟定当竭尽全力。明日吾等就启程出发。今天我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家中可有人？吾回来也。冤家，奴家想死你了。哈哈哈哈！让吾看看娘子是何处想了。关二爷在上，我柴进，我曹操。关羽，狗贼，拿命来！报，柴大人不好了，咱们的货在冀州地面被强人劫去了。操！你没说是我柴家的货物。说了，可对方却说柴大人算个鸟，强行劫了货物，表示有种就自己去取啊！操！现如今我柴家还被官家软禁，如何出城去取货物？罢了，那批货就当送他们了。送一批倒是无妨，只怕那条商道以后就走不成了啊！这仁兄不必劳虑，小弟带着吕方、郭胜两人替你走一遭便是。不行，坚决不行！你可是我的贵客，岂能让你帮我干这个？行了，别扯淡了。你我二人亲如兄弟，说什么客套话？正好吾也闯荡这江湖。既如此，有劳贤弟了。管家把吾贴身护卫调配100交由武贤弟统领。是，武大爷，吾等商队就是在这里被劫的。全军戒备！待你等一撮鸟肉，就无官服又无货物，再次探头探脑，鬼祟祟，是觊觎我这片山脉吗？哼，舍不得给人看，为何不建墙围住？还有你凭什么说他是你家的？你叫他一声，他会答应吗？你这矮子小钱爷爷，善又没嘴答应个屁！有能耐你叫一声让他答应啊！吴某来也！看他答应了吗？好大狗胆！若不留下兵马赔罪，今日我非把你砍成8段！只怕你没那么快的刀子啊！操！那就来拿你的头试试。呵，你也配？哥哥，吾来助你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你这红眼汉竟舍命救兄弟，倒也算是个好汉。要不我数1、2、3，你们同时后退如何？快数！1，尊驾手下有如此好汉，要来不是无名之辈，在下火眼算你。登飞，在下欲反感，孟康愿求尊驾大名。我这2位兄弟，一个是小文侯吕方，一个是赛人贵郭胜。至于在下，江湖朋友给吾面子，叫吾武孟德。哥哥何不早说？哥哥大名如雷贯耳。小弟渴慕已久，只恨无缘拜见。若早说，我兄弟岂敢冒犯虎威？不敢当。你这矮厮拿命来，快放我兄弟饶你不死！大哥住手！这位个头不高的哥哥可是武孟德，竟是武大哥。大哥仗义疏财，义薄云天，威名早已远扬。不知这次前来所为何事？我本在柴大官人庄上做客，听闻他的商队遭劫，吾就前来查看一番。竟真是柴大官人的货物，吾等并非故意劫他货物，只是近来冒用他名号的车队实在太多，吾等实在没法，只能铤而走险。原来是这样，此事吾回去定当向柴大官人禀明，让他知晓江湖好汉们的敬意。哈哈，货物吾等定当全数奉还。不过哥哥既然来此一趟，不如和吾进寨一叙。那就多劳了。去通知寨子采查杀戮，今日我等好好款待哥哥一番。裴兄既然曾经身为朝廷命官，如今为何要落草为寇？只因吴哥哥过于清廉，因不肯和知府贪赃枉法，就被捏造罪名发配出来。机缘巧合下，邓飞、孟康兄弟2人救下了我，见我年长德高，就举我为山寨之主，我也就再次成了草寇。裴兄何故叹气？大丈夫身经百难，其志不改。汝不过一时挫折，不必成郁。你且对我说，是何人害你？吾兄有所不知，害我这势力非同小可。他乃是当今蔡太师第9子，江州知府蔡德章。蔡太师之子又如何？大丈夫恩仇快意，兄弟与你喝完这杯酒，便去江州割了他蔡九的人头，与你出气。吴家哥哥若要杀蔡九，小弟愿为前锋。俺也一样。杀害朝廷命官，那可是造反啊！裴兄既读过书，那一定听过两脚羊。当年南北朝五胡乱华，乃是何等光景？可大宋虽然有些问题，但根基也算稳定，都是一路货色，强敌起于北方，士卒却只知享乐。这等朝廷若不反他，难道等异族杀来，再演当年大祸吗？吾兄胸中兵甲峥嵘，我裴宣愿为驱策。俺也一样。吾兄英明神武，我邓飞誓死追随。俺也一样。结果曹操6人刚进城，就见前边人山人海挤满。老爷吃你几块糕，那是给你脸面，还敢跟我要钱？你不打听打听我替杀杨张宝乃是何人？偷袭！吃东西给钱天经地义，以多欺少算甚好汉。谁的裤裆没拴严？
钻出个你来，老子打死你！老爷平生最见不得欺负人，你要厮打，我来陪你。打你妈个头！老子宰了你！行了，别哭了，这点钱给你拿去做本钱，以后别来这里卖了。且住！尊驾武艺不凡，胸怀仁义，如不嫌弃大家同饮几杯水酒，交个朋友。莫若偶遇，便要仁兄请客，岂是不当？刚才你何等爽利，现如今却婆妈起来，难道是看不起我几个兄弟啊？不，自然不是，那叨扰了，这才爽快。通过交谈，曹操得知此人叫石秀。当得知曹操要去杀贪官后，也是提出要加入队伍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一行人就在客栈内睡去。结果一觉醒来后，意外发生了。是哪个杀千刀的小子？偷了500-600两银子，40两金子。500-400两银子，20两金子竟也不翼而飞。店家滚出来！你们店内竟然养贼偷！大人冤枉啊！小人开店80年，绝不会干这种砸招牌的事情啊！可是作怪，吾等哪个不是耳聪目明？就算喝醉，岂能为偷得手？既如此，我等也只好和这个贼偷过手了。能在无几人手下盗走金银，定不是一般小贼。师兄，你在冀州叫酒，可知这里有什么名气大的豪杰？我等去拜会一番，看看能否找到贼偷。说和一番，要回一部分金银。这城内虽然有几个人有些许薄命，但像是沧州小旋风、郓县及时雨、大名府玉麒麟那等涉遮人物，却是一个也没。恭喜客官嫩地有福，一个捷级抓了贼偷，把偷走的钱物送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工人见钱如蚊蝇见血，且不说如何快速抓住此人，只说见这么多金银竟不心动。走，我等且去拜会这个捷级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混服潘金莲，抄家西门庆，收服梁山好汉，意图再造汉家天下。结果在造反的路上，军费竟然全被偷了。是哪个千刀万剐的贼偷了小爷的财货去？500-600两银子，40来两金子全被偷了去。450两银子，20两金子也丢了。店家滚过来！你们店里养的好贼偷！当店家听到丢失了1000两银子、100两金子后，也是慌了。本店开了80余年，此事绝迹于本店无干。住在你店里，如何就无干？这店家神色不似是说谎的，莫难为他了。奇了怪了，我这赶人哪个不是耳聪目明的，竟能被一小偷得手？我等若是报官，难免耗时耗力。以我之见，不如认栽。吾还有1000两银子可供兄弟使唤。哥哥，快去看看银子还在不在？竟然一个铜板也没给我留了。罢了，本欲息事宁人，却被断了粮草后路。既如此，也值得和这个贼偷过手了。恭喜客官们，嫩地有福了！一个捕头抓了贼偷，把偷走钱物送回来了。竟如此神速吗？走，吾等且去拜会这捕头。小弟杨雄，久闻哥哥乃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好汉，天幸有缘，得见哥哥之面啊！杨兄弟何须多礼，听闻你抓住了贼偷。此人名叫石谦，外号古上早，昨夜盗取了哥哥财物，本待逃离冀州逍遥度日，却从包中发现武孟德书信，才知自己不小心偷到了武孟德身上。他自知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今日便找到我，让我领他来赔罪。原来是你这小偷，敢偷我们金银！你也莫急，若是我们自己抓住，尽可随你出气；可人家自己上门谢罪，我们再下手打，岂不是逼迫太甚？你肯因我之名将许多金银奉还，可见不是那等见财妄义小人。小人向来只偷高官大户或挖掘亡灵，从不对黎民百姓下手。有时见他们日子凄苦，还会留下金银积德行善。这般说你还是个义道。罢了，便送你500两银子吧，也不让你白辛苦一场。江湖上都传武孟德好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弟不要银子，甘愿鞍前马后伺候武大哥，只求武大哥收留小弟，教我做个真好汉。我等又不是开透行的，要你这厮何用啊？兄弟们莫要笑他，偷盗虽是小数，用对地方却是抵得千军万马。盗军书，窃情报，各位可有谁是石谦兄弟的对手？若蒙大哥不弃，小弟甘愿效死。你的兄弟吴某收下了。若非大哥说透其中道理，我等倒是小瞧了别人。石谦哥哥，兄弟郭胜给你赔不是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都不必多礼。去通知兄弟们，我们在冀州多留1日，庆祝石谦兄弟加入。
今日方知何谓豪杰。若不是某刚刚成亲，真想弃了官职，与你等一同快活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他日若是有机会来阳谷寻兄弟，兄弟必导旅相迎。众人当日喝得大醉，次日杨雄早早前来送行，一直送到城外。曹操手下人马渐渐聚。杨兄弟，以后有缘再见，只盼有缘能再和大家相聚。这一日正赶路，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大汉，头上戴一顶白色范阳笠，垂着一朵红缨，悬着腰刀，扛一条银丝缠干的笔管枪，生得眉秀目疏，一指口方。眼见众人走来，立住脚不动，一双眼定定看来。相好的，看小爷们作甚！哼，怎么你是哪家哪府的千金啊？容不得看。大哥，你看此人贱嘴贱舌，竟把小弟比作女人，岂不要教训他一番？是好汉的，便莫要以多为胜。对付你还要以多为胜，叫你见识见识小爷技法。无冤无仇，点到为止。郭胜大声应下，飞步冲去。那汉子毫无惧色，挺枪来迎，两个挤来枪往，惹成本事，一连30余合不分胜败。哎呦，武大哥，那个和果成兄弟动手的，是我昔日相识好友，唤作锦豹子杨林。既然是故交，你且劝一劝。果成兄弟、杨林兄弟、自家兄弟啊，都请住手。你这身枪法倒也厉害，我走遍江湖，倒是第一次遇见识画戟的，果然别有一番讲究。你怎么和我邓飞哥哥混在一处？哈哈，杨兄弟，算你运气好。来，我要为你引荐一位了不起的好汉子，这位兄长便是阳谷县武氏兄弟的大郎吴孟德。多问哥哥生命，不料相逢到左，真是缘分啊！些许薄名，何足挂齿。若哥哥不弃，请您跟随。可见天缘凑巧，使我等兄弟能聚一处啊！贤弟远行辛苦，想杀于兄也。庄中杀牛宰羊，为武贤弟和众好汉接风。曹操带着裴宣等人向柴进道了歉，道不该劫掠柴进货物，皆误会也，何足挂齿。仁兄，这一劫可不是误会。江湖上好汉敬重小旋风3字，是敬仁兄仗义疏财，慷慨义气，这份名声万金不易。仁兄的货物北入辽土，南行大宋，畅通无阻，便是这份名声的好处。左传有云：为气于民，不可以假人。仁兄听兄弟一言，以后你柴家旗帜，切莫轻易介于旁人啊！生意上的事情，自有下人操持。我和贤弟这等人物，何须操心这等小事？世人谁不爱钱？为仁兄视此为小事。这番心胸，若非豪迈丈夫，谁能有之？贤弟知我。沧州小旋风，气量见识，不过如此。接下来，柴进款待了曹操整整3日，走后又拿出许多礼品相赠，又送出20-30里方才返回。这柴大官人江湖上声名好大，可见了真人却名不副实啊！接风那日，兄长以如此金玉良言相劝，他竟有动怒之意，让人见了心寒呢。在柴大官人心中，好汉也分3、6、9等。兄长这等有官职有产业的，便是第1等；裴宣哥哥等开山立寨的，便是第2等；小弟这等流落江湖、没身名声的，便是第3等。话也不愿多说一句，他哪有兄长这般仁厚爱人啊？知秀哥哥，你好歹还是第3等力。兄长介绍小弟时，夸小弟轻功高明，海内罕见，高楼广厦如走平地。岂不见那大官人失声道：咦，贤弟，你怎么收个小偷做伴当啊？那眼神，若不是看兄长面子，只怕当时便赶了我滚蛋里。石谦学柴进时，那又惊诧又鄙夷的语气与当时柴进极像，众人纷纷大笑。石谦兄弟，莫要气馁，大丈夫少年时做些荒唐事怕什么？我少年时还偷过人家婆娘里，他日做的大事业，一看世人谁敢轻你？报，狮儿山下不知何处来的兵马不下1000人，围在山下，正在攻打山寨。秦明等人在山上，一步截路，二步当村。我自拿钱将养众人，这般老实度日，竟还有人欺上门来。众兄弟且都打点精神，随我去看看是哪伙狗贼如此无礼。扈三娘急待挣扎，曹操笑骂道：“不许胡闹！”啪的一掌打在扈三娘肉臀上，扈三娘哎呀一声，顿觉浑身都酸软无力，仿佛被点了穴道里。曹操另一众小喽啰都折树枝含在嘴里，不许出声，再以布匹裹了马蹄，马上栾铃尽数摘落，埋伏在树林中。自己带了吕方等人悄悄掩上去一看，只见狮儿山下果然围着1000余人，各穿一件红背心，上面朱红色一个柱字，最前面300余人则多穿一件漆皮铜钉的隐形甲。阵前几个男女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
有个年轻的策马在山下奔来奔去，口中高叫道：“前2天不是狂骂，不是说要一棒子敲死小爷吗？有种的下来决个生死，装什么缩头乌龟！”说罢，他便要纵马上山，可冲没几步，山上几支弩箭射来，又把他逼了下来，越发焦躁，口中日爹日娘骂个不休。曹操自家想到：我久闻阳谷县地界有李家庄、祝家庄、扈家庄3个大庄，各有1、2万村民，这3个庄世代交好，呼应互保。若不是祝家庄，如何调的这许多人马到此？又想到他们人数虽多，随秦明在山上的300余人，却有许多披甲马军。秦明的武艺也是不凡的，岂会被一干区区庄勇所困？这般说来，他阵中必有高人，连秦明也不是对手。曹操一边寻思，一边将身边几个好汉打量了一遍，没一个能比秦明还厉害的。他带着几人又慢慢退到后面，低声将自己所虑一说，众人都觉束手无策。曹操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等人不如对方多，将不如对方勇，但战阵之上变化万千，力虽不敌，尚可斗志。你等这般，如此，万万不可出错。”众人听了，眼神一亮，齐齐叫好。当下裴宣等人带着小喽啰往后退去，曹操身边只带吕方、郭盛2人，大模大样上前去，走了2、3里，便被对方发现，一将策马而来，往前一拦，喝道：“且住！你们几个鸟人，哪里来的？来此作甚？”曹操两眼一瞪，摸出都头的腰牌一亮：“我乃阳谷县都头武职，听人报说这里有人聚众殴斗，特来查事。你等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便敢私动盗兵？”那将听后一惊，上下打量着曹操道：“你便是阳谷县5大都头？哼！你上任也有年余，为何不到我祝家庄拜会？”曹操斜眼看着他，冷笑不断：“我去拜会，你姓祝的好大张脸！论起来，你还是我治下之民，也配让我拜会？”听见这里争吵，对面几个领头的都赶了过来，一个年长些的喝道：“都不要吵，有话好说。”冲着曹操抱抱拳说道：“武都头请了，在下乃是祝家庄的枪棒教师铁棒来廷义，这3个是我徒弟，也是祝家庄的3位少庄主祝龙、祝虎、祝彪。这位女郎乃是扈家庄的千金依仗卿扈三娘。”之前拦曹操的便是祝龙，那在阵前纵马叫骂的则是祝彪。曹操点点头道：“你等既是良民，何故光天化日煽动刀兵？”栾廷玉道：“这是尔山与我3庄相距不远，近来听闻新店的一伙强人占了山岭，这伙人做的都是没本钱的买卖，早早剿灭了他，百姓安居，商旅同行，岂不是好？难道武都头还要为强人出头吗？”曹操听了，双眉一皱，怒道：“我这2个月请了假，去沧州柴大官人处盘桓，谁知治下竟然出了强贼。不过虽然如此，你们也不该妄自兴动刀兵，当来县衙首告，由官兵征剿才是道理。”祝彪听了一脸嘲讽：“你武孟德好大名气，没想到说出这般没见识话来。你那阳谷县才几个兵丁，我劝你休小看了这干贼伙。那为首一个使狼牙棒的，便是我兄弟3人，也输他一筹。除了我师傅，满县还有谁能赢他？就是另一个使丧文剑的，也非等闲之辈。”曹操冷笑道：“纵然本县兵马不多，我兄弟武松却在东平府为将，我和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也是莫逆之交，难道请得东平府官兵来到，还平不得此山吗？”祝彪瞪起双目道：“什么狗屁兵马都监！你要用官位压我祝彪，算是找错人了。”栾廷玉咳嗽一声说道：“武都头，我们虽是平民，但生根此地多年，钱财广有，庄丁过万，却不是你所能欺的。栾某好言相劝，望你休要生事，打下这干强人，马匹铠甲都归我等，强人头目任你拿去请功，大家岂不是两便？”祝彪怒道：“我等拿的人，自己押去府衙请功不行吗？何必给他个小小都头沾油水？”一旁的女郎低声劝道：“县官不如县管，他毕竟是本县都头，多少卖他份情面，值得什么？”曹操看了这女郎一眼，但见其身形修长，比一般男儿还高些，腿长腰细，貌如海棠，心中一动，点着头道：“久闻一丈青，扈三娘之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董督监倒是好眼光。”祝彪听了愈发火起，焦躁道：“你在抖叫什么？三娘与我自小定亲，关董平那厮何事？”曹操故意失惊道：“哦，某却不知，只是此前和董督监宴会时，董督监说久闻扈家庄有个貌美如花的千金小姐，更难得的是武艺非凡，他正寻思托个德高望重之人为媒，来说这门亲事。”扈三娘听了，顿时面颊绯红，骂道：“呸！想瞎了他的心！”祝彪更是怒不可遏：“石娘贼，他日我必到东平府饱揍他几顿，让他知道既是癞蛤蟆，就不该想那天鹅肉。”曹操却淡淡道：“少庄主，不是吴某说嘴，你既然是扈三娘未婚夫婿，要揍他倒也不算无理，只是癞蛤蟆3字可安不到人家董督监身上。论事业，他20余岁做到一府兵马都监；论武艺，人家又称董一壮，千军万马冲阵无敌；论相貌，董平英俊潇洒，人称英雄双枪将，风流万户侯，多少闺中女儿念着他名盼能入梦。论人品，此人出名的心灵技巧，3教9流无所不通，品竹调弦无有不会。呵呵，你个土财主家的傻儿子，有多大脸，敢说人家是癞蛤蟆？”祝彪听了这话，一口气直撞天灵盖，又倒转回肚肠，气得咣咣放屁，一双眼血红，再顾不得许多，一枪就戳向曹操：“歹贼，该死！
曹操胡乱拉扯，百般相击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他一侧身让开枪，按住马鞍跃起，劈命一个耳刮子，重重抽在祝彪脸蛋上，随即拨马就走，口中狂叫道：“祝家庄的狗贼要杀官造反也！”吕方、郭盛同时狂奔，口中乱叫道：“待俺洞庭湖请来大晋，杀得你满庄鸡犬不留！”祝彪被他一耳光抽得满眼金星，几乎气炸，狂吼道：“狗贼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”祝彪一家马腹，恶狠狠冲去。栾廷玉以手拍额，长叹一声：“事已至此，只得杀了此人。栽赃给石尔山盗火，祝融且看住队伍，莫让石尔山贼寇逃了。我等一起去杀他3人。”说罢，带着祝、扈三娘一起追杀上去。栾廷玉艺高人胆大，曹操3人压根没被他放口中，何况祝虎、祝彪、扈三娘也都非庸手，唯一怕的是对方马快追不上，浑没去想追上了能否打过的问题。曹操3人纵马狂奔，祝家庄4人紧紧追赶，7匹马流星赶月般奔出4、5里，直冲上一座长满陵墓的堤缸。曹操微微放缓马速，放祝彪追近，猛一扯缰绳，胯下飞电长嘶一声，一下子人力而起。曹操拔剑顺势往后力劈，祝彪猝不及防，连忙请枪去打。曹操看得精准，剑锋一斜，正劈在他左手上。祝彪惨叫声中，几根指头四下飞舞，果然是个癞蛤蟆，只会咕咕大话。曹操口中笑骂，长剑就是一地，没入祝彪咽喉。祝彪难以置信地盯着曹操，张了张口，溢出一股毒血来。曹操冷笑收剑，祝彪银枪落地，倒撞下马，直接死了。栾廷玉和祝虎目眦欲裂，祝彪在3个兄弟中天分最好，武艺也是最高，没想到一招之间竟是命丧黄泉。2人虎吼着扑上，这边吕方和郭盛早已回转马头，各自执了方天画戟在手，双双迎上前去。曹操笑盈盈看着扈三娘道：“你老公死了，还不来为这报仇？”他这趟出门并非征战，因此那大寿也没有带，但是一剑在手，一般的对手已足以应付。扈三娘咬着嘴唇，看不出什么悲伤，反而显得茫然。听了曹操的话，这才拔出双刀，却又不冲上来厮杀。曹操笑道：“其实我是骗你的，董平并不知道有你这人，更没说过要娶你的话。不过这姓祝的小子轻浮傲躁，偏又没什么本事，绝非良配。杀了他是为你好。”扈三娘闻言面露羞怒之色，两眼一瞪，意思是我信你个鬼。曹操却是满脸微笑：“三娘，你知道汉朝有个李延年吗？此人有首诗，我很喜欢。”曹操慢声长吟道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。在顾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”吟罢，曹操一双眼眨也不眨盯着扈三娘：“今日你若不在便罢了，可你既然被我看见，祝彪还有祝家庄这些人，便是非死不可，这就叫倾国倾城。”扈三娘怒道：“你在说什么疯话？”郭盛一边和祝大战，一边大笑：“听不懂啊。我大哥要你给我们做小嫂子。”吕方则叫道：“大哥，嫂子的事先不急，我要被这厮打死了。”曹操一看郭盛倒还抵得住祝，吕方对上栾廷玉，却已是手忙脚乱，破绽大露。曹操喝道：“众兄弟都来，先拿了此人！”便听两边密林中发一声喊，乱哄哄冲出200余人来。栾廷玉、祝虎2个大惊，欲待要走，郭盛、吕方2只急死命纠缠，稍作迟延。石秀手提朴刀，飞马扑向栾廷玉，杨林、邓飞紧随其后，连同吕方4人合战栾廷玉。另一边，孟康持刀扑向祝虎抵挡了数合，郭盛一起将他戳杀。扈三娘急忙要走，却被裴宣拦住。裴宣双剑舞起，挡住扈三娘双刀。曹操纵马驰来，趁扈三娘不备，单手抓住他细甲丝绦，提过马来横放鞍前，夹手先夺了他双刀。扈三娘急待挣扎，曹操笑骂道：“不许胡闹！”啪的一掌打在扈三娘肉臀上，扈三娘哎呀一声，顿觉浑身都酸软无力，仿佛被点了穴道一般。曹操得意洋洋来看众人围斗栾廷玉。这时孟康、郭盛也加入了战团，六将斗他一个。石阡提着刀，眼中金光四射，围战阵乱转，显然想找机会再去做个题材。曹操心想他虽然灵巧，但这回几10条马可乱踏，踩踏一下谁是玩闹，连忙放过石阡，低声道：“你上阵却是大材小用，你且如此，这般。”说罢将自己佩剑和腰牌一起给石阡。石阡满脸兴奋之色，重重一抱拳，拉匹马飞一边去。再看场中，栾廷玉一条长枪使得发了，上护人下护母，6般兵器几乎贴着他皮肉飞掠，却自伤不得他。裴宣看了片刻，怒道：“便是虎牢关吕布，也战不过3英，偏致死了的吗？”栾廷玉，你这身本事得来非易，死在此处默默无闻，与荒山草木同济，你不觉得憋屈吗？栾廷玉悲愤大叫：“狗贼，无缘无故使这等奸计害我等，还有什么好说？”栾廷玉早知有死无生，只是不甘就此殒命，多挣扎一刻也是好的，最好能拼死带走1、2营垫背。却听曹操道：“诸位兄弟且稍歇，待我和栾教师谈上几句。”6人闻言齐齐往后一退。栾廷玉呼呼出喘，只觉双臂酸麻，那杆枪直似有1000斤重。曹操淡淡道：“倒不是无缘无故害你，是尔山上霹雳火秦明、镇三山黄信都是我的兄弟，从青州随我到此，我怕他们人多扰了百姓，故此安排在石尔山居住，1应1食，都是我供应，又不抢又不掠，你等偏偏来攻打，岂不是自己屈死？”栾廷玉听了恍然大悟：“你是官府都头，养一干山贼，岂不是心怀不轨？
曹操摇了摇头，不强不掠，如何就是山贼？乱教头！我连你这身武艺练成不易，故此才将新副事相告。如今金国雄起，辽国覆灭在即，后一步就是宋国遭殃。朝廷中文田武息，若我等好汉再不出力，难道有朝一日眼巴巴望着胡虏杀害同胞吗？曹操拨了祝虎助标战甲，掩埋了尸首，休息一会，带着队伍复往狮耳山去。祝融见栾廷玉等去了许久不回，正与心焦，忽然山上冲下一彪人马。为首的正是霹雳火秦明。原来刚才谷上扫石谦从无处着脚的绝壁处攀上山来，说是武之哥哥的小兄弟，要秦明整顿人马。半个时辰后杀下山去。秦明和黄信见了做凭据的佩剑、腰牌，又听说曹操亲身上阵，又杀了祝家二将，双双大喜，连忙整顿人马，一鼓作气杀下山来。祝融见秦明带人冲下，不由惊慌，仗着人多，大喝一声：“他们人数寥寥，大家同我一起奋力杀去，所有缴获尽数赏了你等。”但此时曹操也赶到了狮耳山。裴宣、邓飞、孟康三位兄弟领一半人展开阵势，拦着退路，不可放一人逃离，其他人等都随我杀呀！而祝融还没和秦明等人交兵，后面又冲杀出一股兵马，他手下的都是庄丁，一见前后都是敌人，也顾不得细看敌方人数，先自乱作一团。秦明堂统治官一眼便看出敌军军心已乱，大叫道：“逆贼，拿命来，面对疾风吧！”一看死了祝融，那干庄丁士气直落谷底，一个个跪地起。若非哥哥相救，被这厮们堵在山上，简直要活活气死。兄弟不必气恼，我等这就去打了祝家庄，为兄弟们出气。哦，我听说祝家庄广有钱粮，若是打下，山寨几年不愁吃喝啊。曹操说干就干，押着1000俘虏就冲向祝家庄，而庄丁们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主，见此情景直接吓尿，也没反抗，当场投了降，让曹操直接兵不血刃夺了庄门，接着抓住祝朝凤砍他的脑。接管了庄园后，曹操写信通知李家庄、扈家庄各派一位管事的来。半小时后，只见李家、扈家各带700-800人来到了祝家庄。你们两庄各自请一位说话算数的上来喝酒议事，可有此胆气否？武孟德既有豪兴，我理应岂敢不奉陪？好，这般身手，真不枉的叫做扑天雕。扈家贤侄，且来同饮一杯。在下扈城见过武大都头，这是扈家庄的少庄主，有个绰号叫做飞天虎，乃是扈三娘的亲兄。久仰久仰，久闻你们三庄世代交好，彼此呼应。吴某此来不为别事，只问一句：祝家庄意图杀官造反，这事你们可曾参与？我们扈家乃是良民，岂肯参与这等恶事？大人还望明察。你说我们参与，我们便参与；你说没参与，便没参与，官字两张口。左右你已杀了祝家庄的主人，参没参与还不是看你意思。曹操心知自己若当真构陷他，李应怕是立即就要抱起一搏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以李大官人这般见识，岂会与那些不入流的狗贼为伍？以在下之见，定是良民无疑。”啊，对，全赖大人明鉴。祝家有罪，福财由官府进去抄没，而田产本就是从李家、扈家夺来的，现如今已各归两家，至于民众，也交由两家打理。你等意下如何？我等忝为本地大户，正该为朝廷分忧。好，那此事就此说定。接下来，曹操就带领众人开始搜刮财产，在石谦的帮助下，那些埋在地下砌在墙里的宝贝也都被连根拔理。最后粗略算计，缴获白银36万两，黄金18000两，古玩字画若干，还要50万担粮食和各县房屋地契。曹操也说话算话，把2万亩地平分给了李家、扈家。李应一高兴，直接取出10万两银子，说是劳军之资，送给了曹操。曹操也大方收下。接下来，他又随手挑了几件古董，装了1万银子，带领一众兄弟前往扈家庄。老丈人安好。小婿阳谷县都头武职因剿灭祝家庄叛乱，乱军中救出贵府千金，令千金对在下一见钟情，在下不忍辜负，故以1万两白银为聘，求娶扈三娘为妻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到扈家何德何能，竟同我李应对半分钱？原来是武大郎看上了他家三娘啊！哇！扈老哥，三娘侄女的眼力不错，武都头实乃当今英雄，他肯求亲，正是一桩良缘。扈太公被突如其来的求婚惊到，再加上看曹操身形矮小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。我这老哥哥欢喜的傻了。都头，小弟与他借一步说话可好？但请无妨。老哥，你糊涂啊！如今祝彪命短死了，三娘她已是望门寡，到哪去寻武都头这等好亲？你便是不为你老扈家想，也要为女儿想；就算不为女儿想，也要为你老扈家想一想啊！还是要听三娘自己说啊，不能委屈了她。
石秀在门口偷听完，告诉了曹操，曹操便让人请上扈三娘。这时扈太公也回到厅中，一见三娘，父女俩抱头痛哭。丈人，小婿就住在阳谷县，三娘嫁了我，又非远嫁，时时都可回家看顾，倒不必担心久别。娘子，吴某说了，冒犯你清白之体，必要担当负责，这就急前来拜见丈人，求娶娘子，这算是言而有信吧？扈太公只觉眼前一黑，怪不得他大模大样，敢叫我丈人，原来女儿的清白你是没了呀！不就打了下我的屁股吗？我的清白就这样没了吗？但是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呀？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团灭了祝家庄，强娶美女扈三娘，还赚了12万两的价值，没想到差点死在洞房花船。娘子还没洞房就想当寡妇了吗？呸！色贼，打了本姑娘屁股就能逼我成亲吗？想了半天才想明白你的奸计。要想半天才想明白吗？好娘子，那你以后还是多多练武，少动脑筋才好。你笑我笨吗？一家人有一个聪明脑袋便足矣。再说你也不是笨，只是心地单纯罢了。哼，姓武的，你也别花言巧语。昨日你我二人才相识，今日却成了亲，我心中实在不服。你不是号称武孟德断门剑吗？你有种胜了我双刀，让我嫁得心服口服。也罢。哦，那你若输了，可要乖乖给我当老婆。你这厮看不起谁？扈三娘挥刀正待砍出，不料曹操呼啦一下，竟然将凳子砸来。扈三娘连忙挥动双刀劈开凳子，曹操趁机矮身一钻，已绕到他身后抱住。色贼子！扈三娘红着脸刚要反抗，只见曹操大手往下一滑，随后指力一吐，扈三娘直觉脊骨一麻，双腿顿时软倒。而曹操轻车熟路下了双刀，将扈三娘丢到了婚床。都知曹某好人妻，为何今日娶新人？尔等好好想一想，未婚妻来也是妻。第二天，曹操就带着扈三娘回到了阳谷县。潘金莲看到扈三娘后，顿时傻眼了。这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扈家庄的千金扈三娘。这是我前妻潘金莲，曾因不贤被我休了。大郎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虽休我，平日你我却与夫妻一样，我一直盼你我破镜重圆。现如今你却娶了别人，要不你一剑杀了我吧？郎君何必如此心狠？夫妻间小打小闹很正常嘛。他就是如此心狠，的确不是什么大事。只是他私通奸夫，下药毒杀我，因被我发现，所以才休了他。什么？乳门贱婢，安敢如此对我丈夫？斩了你！曹操也没想到这娘们这么猛，幸好反应快抱住了他的腰，差一点潘金莲就真的被砍了。潘金莲也是被吓傻了，这女人比大虫还要凶猛。放开我！这不守妇道的女人，留着也是祸害。大郎，别让她杀我！这一下曹操也火了，当自己的面行凶，并且抱都抱不住，他一家之主的威风何在？于是猛地一发力，把他按倒在地，随后骑在他的身上。扈三娘见状，气得毛都炸了。天下竟有如此糊涂蛋！你不杀淫妇，却打起了你的老婆，休得继续胡闹！一纸休书已经算是处罚，天下哪有罚了又罚之理？这妇人偷人，谋害亲夫，居然还有不能再罚之说？自己嫁的老公岂不是个傻子？不行，就算是傻子，那也由不得别人欺负。哼，今日给夫君面子，就先不处罚你。但若是被我发现你在用些歪心思，我非一剑斩了你！不敢，奴家再也不敢了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罚也罚了。如今他也改好了，三娘以后看我知面也别欺他，毕竟都是姐妹。哼，金莲见过姐姐。武大哥，出事了！那狗官蔡九抓住了我等派出的探子，若是被他看出什么，必定会派出官兵剿灭我等。现如今你我还不足以与官府抗衡，既如此，那便抢先杀了他，通知兄弟们准备一下，我等明日就出发。第二天，曹操集合了百人兄弟，决定前往江州暗杀蔡子。还没走多远，就被一座恶山拦住了去路。吕方刚要提醒山内定有盗火强人，就听见山上哗啦啦冲出来一片人马。你等是哪里来的盗火？来我黄门山作甚？我等并非盗火，乃是酒匠经商的客人。放屁！没见过商人顶着鸡毛拿着画起来，你等分明就是躲我黄门山的。没见识的东西，老子这叫治伪。你个鸡毛，不知道你的武功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？既如此，让你尝尝小爷的画技。郭胜纵马奔驰，仗着韩银发髻直取对方面目，那人全然无畏，手中运转一条铁枪。郭胜乒乒乓乓站着。此人的枪法是军中的路数，必然是军将出身无疑，这个人如何做贼头？在战了7、8回合后，那头目突然掉头就跑，并且大喊败了败。郭胜刚要追击，就听到身后曹操大喊：“郭尚，回来！”兄长若不换我也捉拿了那厮。多亏兄长换你，那厮枪法不在你之下，却突然要走，定是诱你入套。不可能！郭胜刚要反驳，就见山口又冲下300-500喽啰，其中一个带头的正是刚才和郭胜比武之人，竟然真有埋伏！诸位好汉，我等不过是借路，彼此无冤无仇，何故阻我去路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谁知你等是不是官军？你等若想过山，那便放下武器。吾辈男儿岂能束手就擒？我看你等并非绿林人物，请相告大名。我云金翅，欧昂，神算子蒋敬，铁笛仙马林，九尾龟陶宗旺。我们兄弟4人在此聚义开寨，你等又是何人？
我等乃是山河两地好汉，在下武孟德武直，而我这些兄弟，你便是武孟德武直啊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久闻哥哥大名，不可冒犯，且受小弟们一拜。不知哥哥要去做何事？哈哈，一件要掉脑袋的大事。什么大事要掉脑袋？这位兄弟姓裴名轩，曾经乃是官府之人，因过于清廉，不肯贪赃枉法，遭到贪官陷害，险些被杀。机缘巧合下，他被邓飞、孟康兄弟所救，而我等这次就是前去为裴兄报仇的。不光要杀了贪官蔡九，还要让那群狗官都知道，天虽无眼，吾等好汉却有长刀。操！干这种大事，岂能少得了我欧鹏？那蔡九乃是江州知府，手下足有6、7千兵马，人少如何成事？小弟愿一同前往。用这2柄铜刀替哥哥挡180人，俺这铁锹至少也能杀几十官兵。武家哥哥不如带我等一起去。若哥哥不弃，我等烧了山寨，与哥哥一起去闯荡。兄弟们高义，既如此，那吾等便一起去。只是山寨先不用烧，等回来后再做打算，全听哥哥的。在休整了一夜后，第二天曹操就带着一行人继续出发。只是接下来路途遥远，许久都没能碰到一个客栈。曹操等得又饿又渴，直到半天后才在山腰处碰到了一个酒家。曹操就决定进屋去买些酒水。但一进屋，曹操就见小二鬼鬼祟祟，接着膀胱一扫，发现墙边竖了条烧火棍和刑架，而一旁的桌上还有打翻的酒碗和流了一地的酒水。顿时曹操意识到不对劲，你开这黑店，竟敢使蒙汉药，害官差，该当何罪？那汉子见被说破，顿时面露凶光，撞开吕方、郭盛，直奔曹操而来，决定趁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劫持一个作为人质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征服潘金莲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强娶扈三娘，收服梁山好汉，意图再造汉家天下。正巧遇到马上城包子县的宋江，快来单挑！因曹操发现人肉包子店阴谋，小二一怒之下就要灭口，可没想到曹操功夫了得，顺势抓住小二的手就来了个过肩摔，接着一脚就把他踢得昏死过去。哥哥好身手！接着曹操点了几个人手朝后屋走去，只见满墙都是风干的人腿人手，墙边还捆着一个黑汉子和2个衙役。曹操定睛一看，只觉得此人十分眼熟。哟，这不是及时雨宋江吗？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可怜小人，上有80老妇需要供养，胡乱饶小人一命。你是武大郎，哥哥救我，哥哥救我啊！给他松绑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这他妈就是大名鼎鼎的及时雨吗？怪不得武兄看不上他。武大哥，害我的贼子可有拿下？已捆在殿堂。一到殿堂，宋江就一脚踹在了小二脸上，接着对着他一阵劈。就是你要害我，还要做成馒头馅，吃我一刀。嘿，那黑厮刀下留人，留你大爷！他我吃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他。我说的。杀我兄弟，今日叫你血债血偿。嘿，你也和这吃人恶鬼是一伙的。那皇上能吃人，地主能吃人，我兄弟为何吃不得？哼，你等开黑店，下麻药，毒害行人，干些下流勾当，也配振振有词？我倒是想一剑刺了皇帝，可我一介江湖野人，怎能翻得起大浪？江湖野人又如何？当年陈胜吴广也是布衣平民，人家却敢说一句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你等自己没种，却还有许多怪话，下药害人很了的吗？莫要胡乱攀扯，老子平日只犯私盐，酒店生意与我无干，只是开店的是我朋友，岂能眼见他死？可老天无眼，让他死在了无名之辈手里。无名之辈？难道你没听过及时雨宋江的名头？你就是及时雨宋江哥哥，小弟仰慕已久，今日实在是有眼无珠。停，莫要拜错了人，我虽个矮，却又不黑，你不知道宋江是个黑厮吗？你这厮打的我宋江好苦啊！若不是武大哥相救，头也被你斩了。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有些冲突不怕什么，各位喝完酒还是好朋友。酒过3巡后，几人气也都消了大半，而李俊也得知了一旁的大哥就是武孟德武直。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这及时雨宋江名气虽大，但我看此人也不过如此，反而那武直成名虽短，但却有真正的雄主气象，真不枉叫武孟德，此生必要追随他。接下来宋江解释自己因落草为寇，上次一别后就被衙门抓住，本来是判死刑，巧合之下遇到大赦，最后被判江州充军，没想到半路遇到黑店，差点被做成宋江献馒头。吹扯了一整夜后，因顺路第2日宋江就和曹操一起出发，没多久几人就到了江州城。一进城就发现百姓围了一圈，原来是一个大爷正在耍武艺卖些枪棒膏药，结果在忙活了好半天后，端起盘子求打赏时，竟无一人动手。烦请各位高抬贵手，打赏1、2个铜板。这厮有些不灵光，花言巧语都不会说，这晚饭他吃不好啊！哪里来的鸟人？敢来面接杨真没风！我早说了不准打赏死人，你等竟敢做出头鸟！
信不信老子打死你？人多是吧？有能耐别走啊！我叫我哥哥打死你们。你家哥哥这么厉害呀？我等岂敢叫你去叫他？趁他不在，先打死你，岂不更好？人多欺负人少，算什么好汉？那我们一个对一个啊！这厮看着健硕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行，有能耐跟小爷比划兵器啊！这家伙不是找死吗？枪棒不比拳头疼。哎，你自己选。兄弟武艺不错呀，不知尊姓大名？小人河南洛阳人，叫薛勇，不知二位恩官大名？小可宋江。至于这位，乃是武孟德武之。竟是两位豪杰，小人做梦日日思念两位大哥，没想到今日竟有幸相见，请受小人一拜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走，先去喝3杯酒再说。丁，酒肉不卖，为何不卖我们？方才与你们打架的大汉吩咐了，谁卖你们酒肉，他们就砸了谁的铺子。既如此，我们快走吧，万一那厮一会儿来寻仇。兄长们快走，小人也回去收拾一下。且慢，你有酒有肉，不卖给我们吃，是怕那恶霸打砸了你的店吗？别说是我，别家也不敢卖你们。是啦，你等只怕恶人，不怕好人。不过你看我等像好人吗？你这厮又矮又短，看起来绝对是大好人。嘿，炒肉、烧鸡、炖鱼，下面酒煎好的上。若吃的不合口，捆你全家在柱上，连店一起烧了。石贤兄弟去看着他，手脚若不干净，杀了再来回话。谨遵哥哥将令。爽利！什么狗屁恶霸，触犯了爷爷们胡须，把他镇子都掀了。大哥，老话道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人离相见，让他一步何妨？兄弟休惊，这龙若连蛇也不能压服，那便绝不是强龙。区揭阳镇算个狗屁，便是东京汴梁，也能给他掀一个底朝天。哥哥们安心吃酒，势若临头，且看兄弟们手段。妈呀，这几个人怎的比那梁山泊许多好汉还来的怕人？接下来众人慢悠悠的吃了一个时辰，酒足饭饱后还喝了半个时辰茶汤。本以为不会有人来闹事，没想到刚出门就见来了20-30庄客，还有2个带头的汉子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狂揍了地头蛇，冲击！收服了黑宋江，还逼地头蛇赔偿自己10000金。没想到喝酒正嗨就遭来报复。呆子竟敢揍我兄弟，今日就是你忌日。你在吼叫什么？仗这些武艺欺负百姓，很光彩吗？就算强龙也难压我这地头蛇。今日断你2条胳膊，其余人自断一臂，便放了你等小儿。哟呵！若这龙连蛇也不能压服，那便绝不是强龙。你这厮作恶欺人，我比你更恶。既是不知死活，就送你去见阎王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打你兄弟也是我。你要报仇，先来寻我薛勇。好，那便先拿你几刀。薛勇见状，立马提棍迎击。本以为他也和他弟弟一样，是个口出狂言的废柴，没想到不到3回合，薛勇的棍就被劈断。穆弘抓住机会，就要一刀斩薛勇。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让我也试试吧。曹操突然出现，一刀劈飞了穆弘的刀，接着乒乒乓乓和穆弘打了起来。穆弘心中顿时一惊，本以为这3寸钉是个不中用花瓶，没想到见死信他还高使。完了，难道今日要败了吗？趁穆弘愣神的功夫，曹操突然发力，把穆弘甩在空中，接着青张剑，杀得穆弘再无还手之力。果然是猛龙过江，今日我兄弟认在，是杀是剐悉听尊便。能屈能伸，倒是个利落好汉。既然无人死伤，便不是化不开的冤仇。但你们故意针对这位兄弟，属实不对，向他道声歉就算了吧。薛师傅，我兄弟多有得罪，对不住了。你若要出气，就大棍子打来。先前我揍了你兄弟一顿，刚才你也打了我一场，就算扯平吧。罢了，此事都莫再提。兄长，你说小人不适合吃这碗饭，却是说到了小人心里。既如此，小人愿舍命跟随哥哥。薛兄弟愿意相助，乃是吴某之信呐。莫非你就是阳谷县都头武之？不错，正是我哥哥。平日总念起哥哥大名，没想到今日竟冲撞了哥哥。接下来兄弟俩非拉着曹操回到庄内大摆筵席。3日后，因宋江发配期限快到，就和工人先走一步，而曹操等人则继续休整。只是没想到1日后，宋江又苦着脸回来了。卜大哥，小弟命苦啊，差点被人按在水里溺死了。曹操询问下得知，昨天宋江早早出发，来到码头找了个便宜的船渡江，而宋江正为省下几两银子高兴，忽然船夫就停在了江中心，问他们想吃板刀面还是馄饨。板刀面就是用剁下块刀，剁碎了丢进江中，馄饨则是脱光衣服自己跳下去。宋江和衙役斟酌半天，最后只能选择馄饨。若不是恰巧遇到李俊兄弟，怕不是当场就要被溺死。宋兄真是命运坎坷呀，我劝你去找个高人测字，指点一二吧。是，穆弘兄，敢问这附近可有灵验的半仙，让小弟去问一问真理。小弟闻不成武不就，但易学命理测字问卦，
却略懂一二。既然蒋兄有此妙术，兄弟便测个字，就测宋江的宋字吧。宋者，家之栋梁也。栋梁者，大木也。若要有所成就，绝不可离家乡左右。真准，事已至此，何去何从？还请大贤教我。今去江州，慎行慎言，或可免小人加害。果然神算，既如此，我也测上一回。就测个魏字吧。为何写成了汉字？算了，就测此字吧。汉者，天河也，左为水，右背隔天相连，此乃天河荡涤，天命隔替之气象也。是不是说我家兄长能当皇帝？这等无君无父之言，若被有心人听去，大祸立刻临头。测字之术虽奇，兄弟们却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如今北方金国兴盛，说不得什么时候便要灭辽南侵，届时我等武夫正是扬名立功之时，岂不也是天命隔替？接下来客套一番后，曹操就决定跟着宋江一起去江州。不出3日，就顺利到达了江州。在送走了宋江后，曹操等人兵分3路，决定先熟悉江州道路。结果曹操刚带栾岩遇到城门前，就听见喊打喊杀声，而曹操看清后大吃一惊，此人又壮又黑，简直和许褚如出一辙。李铁牛，你不当人，你没钱为何不去抢囚犯的？抢同僚的算什么本事？你等勒索囚犯，老爷勒索你等，省了老爷多少鸟事？拿来吧你！别勿纳矮汉，谣言只顾看你老爷作甚，若想寻人厮打，爷爷大可奉陪。若是有闲时，喝杯酒去如何？我轻易不肯受请，除非对方一成，方肯去。怎么便算一成啊？那边临江有个琵琶亭酒馆，卖的是江州有名的好酒玉壶春，若去那里请客，定是极为一成了。好，那便去琵琶亭尝一尝这玉壶春。接下来黑丝告诉曹操，他是李逵，因不小心杀了人逃走在江湖，而他家中还有个老母，虽然有哥哥照顾，但哥哥却是个无用的。平日他最担心他的母亲，此人虽然粗鲁，却是个知道孝顺的。你也莫担心，我家在阳谷县，离水县也不过4、500里，待我回去就去百丈村看看你娘，倒是留些银子，让你娘衣食无忧。好汉，这般恩德，铁牛实在不知如何报答。大丈夫肝胆相照，何须如此？俺生平不曾遇见你这般豪杰，想来即使与黑宋江、武孟德挨物之，也不过如此。你倒好眼力，我哥哥正是武职武大郎。爷啊，原来你便是武大郎，哥哥，且受小弟一拜。既然这般，也不能叫哥哥坏钞。铁牛恰好有钱在身，待我与哥哥洗尘。你那钱得来不易，这顿酒定是我请。既然如此，便不去那鸟亭子，那里实在贵得很。方才不知是哥哥，才想趁机去开眼界。兄弟，于兄却是个不差钱的。你说的玉壶春，连我也馋。今日若不到嘴，怎的痛快？且去且去。可没想到刚到地方，李逵就意外打死了一个女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没想到遇到了蔡太师儿子蔡九，强抢民女，恶奸人命，还残害清官。为了震慑大宋皇上与贪官，曹操决定闯江州掐之，没想到牵连了宋江。因蔡九实在胆小谨慎，便先用计让李逵杀掉了他的色鬼儿子蔡松。果然儿子被杀后，蔡九大怒，开始派兵缉拿刺客，而曹操却不慌不忙，就在一旁看戏。哥哥，这就是布防图，只要确定了蔡九的位置，你我直接过去，一刀宰了他。兄弟且住，此计虽好，却少了些东西。哥哥何意？不仅要杀蔡九，还要杀他个惊天动地。现在的大宋已经烂到了骨子里，那皇上和贪官都是蛀虫，如不让他们警醒，大宋迟早要亡。不愧是兄长，每一步棋都如此有深意。爷爷，宋江冤枉！宋江只是一介囚犯，如何勾结贼人杀人了？李逵是戴宗小弟，而你刚才又和戴宗一起喝酒，不是贼人是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把这2人打99大板！这不宋江吗？怎么也被选进这事情了？这戴宗和梁山吴用十分交好，估计是吴用叮嘱戴宗照顾宋江，结果被牵连成反贼了。爷爷莫打了，人是我杀的，莫打了。早早交代不就好了？既如此，3日后50问斩吧。哥哥可要救他？毕竟相识一场，终究不能看着他去死。以我之见，不如这般那样，让梁山也来出力，也好好利用他一番。是的，哥哥。晚上，曹操让石阡准备了一匹吃了泻药的马，然后拿着大刀摸进了宋江、戴宗的牢房，为2人解开了束缚，告诉他们外边有人接应，需要想办法杀出牢房。气杀我也！既如此，今日我宋江就要大开杀戒。说罢，3人都提刀冲了出去。戴宗刀法是人挡杀人，兵挡杀兵，眨眼的功夫就干掉了5、6个。而宋江也是红了眼，见一旁有个落单的士兵，也是提刀杀了过去。
只是没想到仅仅一个回合，宋江的大刀就被挑飞。石谦兄弟救我！紧急关头，石谦吹响口哨，先前埋伏的兵马瞬间出来。梁山好汉全员在此！在帮两人清出一条血路后，蒋劲把为了泻药的马给了宋江，随后各自骑马飞奔出去。而宋江看着身后的追兵，一脸得意。一群鼠辈，2条腿如何追得上4条腿？宋江哥哥，谨言慎行啊！兄弟太过小心，他们还能追上我不成？没想到话刚说完，宋江的马突然就停了下来，接着肚子咕咕叫了起来，任凭宋江怎么拍打都不动弹。随后拉出了一泡粑粑，没一会身后的追兵就到了，宋江吓大呼求救。戴宗本想去救，但被一旁的蒋劲拉走，表示从长计议。接着他眼睁睁地看着宋江被扯下马，把脸按在了马粪里，随后抓了回去。等安全后，蒋劲让戴宗赶紧去梁山，通知晁盖前来救人。安排好一切后，曹操出面：小弟有一事不明，为何非要拉上梁山？这梁山易守难攻，地势绝佳，更能容纳数十万人，而我12山1000余人已达极限，若想做大，岂能居于此地？大哥欲取梁山，正好借此机会看看梁山成色，若都是好汉，那么便一一收服；若不是，那么梁山我也要定了。走吧，且回去休整，等梁山人马到，吾等好好大闹一场。而另一边，宋江被捉回后，又被带到公堂，蔡九气不过，又令人打了他100大板，打得宋江是皮开肉绽，叫苦连连，最后只能把锅甩到戴宗身上。一连被折磨了2日后，梁山兵马终于赶来，而宋江的杀头之日也到。蔡九为了出气，更是亲自坐守法场。就在行刑的那一刻，梁山出处，梁山好汉救火在此，不放了我哥哥，叫你这层次化为欺反。随后假扮成商人乞丐的王英、晁盖也登场，砍杀了一片人后，带领宋江逃离了法场。而蔡九则屁滚尿流地爬回了公堂，立马派出所有兵马去追杀梁山。曹操见此觉得时机已到，江州兵马追杀梁山去了。裴宣兄弟报仇雪恨就在今日。大哥，小弟愿为前锋。好，众兄弟听令，裴宣、邓飞、孟康带人杀进知府，不降者杀无赦。小弟领命。张顺带人在街巡逻，反抗乱走通风抢掠者杀。小弟领命。其余人和我去破了江州大军。哥哥，对方可有6、7千军马，而我等加起来也才不足800。我是只土鸡瓦狗。此时梁山也逃得很是狼狈，官兵越追越近。就在不知所措时，只见一飞汉如龙卷风一样冲进战场，所过之处，五肉成泥，血雨纷飞。那骑黄马的是武孟德、武大郎。曹操大手一挥，扫倒一片士兵，随后隔空呼喊晁盖，邀请他们一起去江州府中一叙。两人边聊边杀，决定城内碰头。官兵见状无不大怒，这等草寇，当我大队官军不在吗？不行，脚丫气得生疼了，败了，败了！降者免死！听到这句话，上千官兵竟然纷纷跪地，表示愿意降服。晁盖做梦也没想到，武孟德仅100骑，竟然大破7000军马。我若轻易宰了他，传扬开去，不过是江湖好汉仗着血勇复仇，故此我偏要明正典刑，按大宋律法定下的罪名，公告天下，这才煞至，要替天地万民审此世间狗官。晁盖立在一边，见曹操一道道命令井井有条，指挥的100余人如臂使指，没多时便将俘虏甄别、看押、共犯诸事办得妥当，心中暗自羡慕。他不愧是前生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，若是我等兄弟，绝无如此训诫妥帖。这时杜迁背着宋江来到，曹操忙叫找辆车，垫得软和了给宋江乘坐，抱拳道：本来安排人解救，不曾想那几个兄弟办事不力，又将你陷入牢笼。武大哥莫要这般说话，只恨小弟自家命苦，不合此地风水，幸得兄弟们冒万死相救，今番生还家乡，绝不再轻出山东一步。话虽如此，但回返山东前，汝不想看看吾等审那蔡九吗？我与那狗官无冤无仇，却百般折磨羞辱于我。若不是自小练武打熬的这附身躯，早被他打死了7、8回也。武大哥要审此人，小弟岂能不在？当下挣扎做起，要随曹操去审蔡九。这时晁盖引梁山一众人上前与曹操相见，军师吴用先自深深意意。孟德公别来无恙。穆弘等看了稀奇，心想这厮怎么对我大哥这般敬畏，而且怎么称孟德公？不是武孟的吗？贾亮先生休要多礼，如今吾已想得明白，前世今生已是两人，吾如今便是武大郎。先生若不嫌弃，我等便兄弟相称。只怕太过不公啊！能和这些有肝胆的好汉做兄弟，乃生平第一快事，有何不公可言？朝天王、贾亮先生，待我为诸位引荐。曹操便将手下兄弟一一介绍。听闻栾廷玉、石秀、穆弘等人如此英豪，晁盖等俱都敬佩。晁盖亦将梁山的好汉们介绍了一番。前番带宗吉急上山，到武兄已回家乡，不料竟还逗留此处。我来江州本为杀蔡九，他没死，如何肯清还？却是当日城中抓捕急，不得已去外面躲避一时，留下兄弟未曾交付明白，直到我已退回。曹操轻轻将谎言圆了一番，立刻说道：吴某今日本也安排了人手在城中，要救宋公明，谁料诸位先一步动手，我那兄弟不识的诸位唬得没敢动，后来报说出动大军追杀，
我便分兵两路，一路来援，一路趁势取了江州。谁知梁山好汉如此善战，我等便是不至，那官兵也被杀败。曹操心想，我这也不算说谎，的确派了10千在城中。吾兄若是不至，官兵纵然不胜，也大可推进城中，又岂能一举成擒？曹大哥、古大哥，这些话喝酒时细说不迟，先进城审纳菜酒才是正务。可见公明兄弟吃了大苦，报仇不肯慢半分。既然如此，便遂了他愿。双方兵合一处，来到江州南门，正是出动焦同威、翻江蜃同猛带人守把。见曹操至，忙忙开了门。吴大哥，先前听的那边山呼海啸般厮杀，后来却没了声音，官兵退了吗？往哪里退？杀了他1000余人，擒了5000余人，都关在牢城营看押。看这些军官，正是怕他暗里串联，未敢留下，都带去府衙审一审。这厮们吃空饷，喝冰血，若是一审，都是死罪。说话间，放进大队，依旧壁垒，雄赳赳立在城楼。江州街面，人人关门，家家闭户。张顺带人骑了箭骡，快马满城巡走，正遇见曹操等进城。曹操见他腰上拴着一圈人头，杀的什么人？几个趁乱打劫的小贼，喝令不听，是小弟搁下头来示众。做得好，此城中未曾大乱，便是兄弟之功。张顺听了大笑，只觉精神焕发，比他在水底斩杀驼龙还来得快。不多时，一干人到了县衙，裴宣和孟康守在门外，见了曹操，神情极为激动。曹操下马，体贴地拍了拍裴宣的背。蔡九等人没曾走了，倒是想走，邓飞、孟康2个前后杀去，一众从人要正性命，各自逃跑，丢下他在地上发抖。是我等拿在府衙内，邓飞正在看守。好，曹操回头拉住晁盖的手道：“曹兄，可知兄弟邀你入城，所为何事？”晁盖一开始以为是进城喝酒作乐，但一路上见曹操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倒是迷糊起来，猜测道：“江州广积钱粮，你是要和我分赃？”钱粮之事不急，我邀你老兄来，却是欲借梁山名头一用。此话怎讲？那狗官蔡九仗着他爹蔡京的事，横行江州，活着兄弟裴宣，人称铁面孔目，只因不肯随他害人，便被他流放3000里。不是一干兄弟打救，此生再难有出头之日。可是曹兄，你也是见多识广的人，你说说看，这大宋天下只有蔡九这狗官如此肆无忌惮吗？晁盖听了，面色不由严肃，仔细思忖片刻，摇头道：“这天下上至朝廷，下至府县，哪里不是狗官当道？此那等可为百姓做主的官，100个里难见一个。”曹兄所言正是至理，因此兄弟的想头便是深登公堂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审一审这江州府的狗官。我若轻易宰了他，传扬开去，不过是江湖好汉仗着血勇复仇，故此我偏要明正典刑，按大宋律法定下的罪名，公告天下，这才杀之。此举虽不能杀绝世间狗官，却必然让无数狗官丧胆。他日彼等再想作恶，且想一想，背后还有梁山好汉的眼睛在盯着。这番话，晁盖听得热血沸腾，刘唐等人更是眉飞色舞，大叫痛快。阮小七蹦着脚高叫道：“武家大哥这个计策竟是绝了！自来是狗官们高坐大堂审我等百姓，一言不合喊打喊杀，如今他们自己也该在堂前跪一跪，看一看咱们百姓是如何审他们这些狗官的。”小七兄弟所说正是我要说的道理，可惜我们这干人也没个名号，因此便有意借梁山名号一用，传扬出去，便是梁山好汉全伙杀入江州，上为天心，下为民意，要替天地万民审此世间狗官。替天地万民审世间狗官。刘唐、阮小二等人听了这几句话，只觉字字都落在了心坎里，一时间血流加速，面红耳赤，恨不得仰天长啸。武兄如此美意，晁盖岂能辜负？此事之后，天下英雄当以我梁山马首是瞻。众人一起大笑，只有吴用和花荣对视一眼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决定替万民审狗官，最后剐了狗官3600刀。蔡德章，你可知罪？知罪知罪，下官大大的知罪。一是陷害同僚，二是徇私枉法，下官愿意认罚。本以为你们要砍了我，没想到却说要用大宋律法审问我，那我还怕个屁啊！这厮为何认罪如此之快？大宋律法究竟如何规定？按大宋律，官员构陷同僚，流放800里至3000里不同。这宋国对于文官倒是优待的紧，有蔡京这老子在朝中，什么流放罢职都是笑谈。既如此，那就发动百姓一起告了这狗官。大人不要，大人不要啊！2个时辰后，曹操在城中闹事，搭了一座高台，随后请出江州百姓，让他们有冤说冤，有仇说仇，今天定替他们把持公道。只是没想到10分钟过去，竟无一人出面申冤。这等人毫无血性，我等又何必费力替他们出头？曹操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立马又令人搭了个棚子，随后上台高声道：“你等心思我自知之，以民告官，乃取祸之道也。我梁山好汉今番杀入江州，此举原本为民，又岂能害了尔等？尔等且看，台下摆棚搭成，内中言语，但闻其声不见其人，便不怕有人找后账也。
难处天儿等想了，办法天儿等出了。若尔等依然胆怯，只需怪自己懦弱无能，活该做人牛马为人糟践便是。小女子有天大冤枉，还请大王们为小女子做主。有何冤情？本府文吏刘三，他看中我家一间商铺，出低价买，我丈夫不愿，被他诬作盗贼，将我丈夫害死牢中。随后裴宣传唤了刘三，在审问核对发现属实后，立马让邓飞砍了他的头。台下百姓见状也惊了，没想到这就杀了。随后发出了惊呼的声音。有了带头的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棚中，开始状告城中贪官，没一副就砍了10多个人。而村民一看曹操是真的办事，也立马回去开始呼朋唤友。超兄，把我们的兄弟派下去维持，每隔一丈点起火把，万不可生出乱子，不然踩踏起来必是死伤无数。是，这就去办。台上的人头越来越多，罪不至死的也跪了一大片。只是没想到竟无人状告蔡九。就在曹操苦恼时，只见一老婆子挤进了人群。都闪开！老婆子要告那蔡九狗官呀！问天婆子来了，可怜啊！这老婆子可算等到这一天了。有人劝老婆子进棚子，却被老婆子拒绝。只见她径直走到台前，悲声叫道：“大王们呐，老婆子要告狗官蔡九，告他纵子行凶，强淫我双胞胎孙女灵儿、秀儿，告他杀人害命，打死了我儿子孙子。儿媳一时想不开上了吊，原本好好一家人，现在都成了孤魂野鬼。老婆子去京城告御状，也被公差一脚踹断8根肋骨。老婆子之所以不愿意死，就是想看苍天有没有眼，看着恶人蔡九会不会善终。天也有眼啊！天老爷，你派这诸位大王来江州，为我等泥尘般的草民做主啊！求求你们，叫那蔡九血债血偿。蔡九啊，你偿我老孙家的5条人命啊！婆婆且放心，我等梁山好汉立誓杀天下狗官，害人间朗朗青天。那边一位便是我梁山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，岂会不为你做主？天王在上，婆子全家血债，沉冤数载，只求天王做主啊！我到江州进万军马，他110个人如何打得成？原来却是托塔天王下凡。是了，定是这孙婆子日日问天，感动了上界神灵，故此玉皇大帝派遣天王临凡，托塔天王为我们江州人做主啊！随后所有人开始控告蔡九是如何欺负他们，如何夺他们产业，甚至杀人害命的，甚至也没人进棚子了，争先恐后在大庭广众下吐露冤屈。这早知带公孙先生来，装神弄鬼乃是他本行，这场面自能拿捏得定。尔等江州百姓听真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托塔天王的兄弟，领10万天兵来江州杀人，杀尽江州这些鸟官。求托塔天王玉帝驸马为我等小民做主。宋江这是疯了。哥哥，今天命数注定，你该为江州百姓做主，真正做一场托塔天王。是啊，兄弟说的有理，待蔡九。蔡九、孙婆婆和一众百姓所言，何居收拾？筋骨都虎酥了，还能说出个屁？好，既然你招了，裴孔目、王通判依照这大宋律，当判何罪？凌迟，岂不是我的买卖？通什么行家？你这刀儿怎么凌迟？3两刀他自死了，平白送他偿快活。大哥，这件事兄弟确是行家，3600刀，管不少割他一刀。这桩差事让小弟吧。兄弟，你看，那就看这位兄弟的手段。尔等江州百姓听真，我便是托塔天王麾下神将王英，风华正茂，尚未成亲，人称我矮脚虎。今日我便用这虎牙刀细细割了蔡九，为尔等百姓报仇出气。这肉祭天，这肉祭地。平日吾最瞧不上这矮子，没想到还有点用嘛。这人眼，你这类似倒会耍闹，这般多人黑天瞎火，争抢起来炸了营，连我们兄弟都难幸免。刚还说你有用，如今一看，果然还是没鸟用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随后王英继续割肉，可他也只是听过故事，哪里会凌迟？胡乱割了50刀后，这蔡九竟然直接就死了。邓飞气坏了，对他破口大骂，表示自己最少也能割300-400刀，没想到被王英反对，说是邓飞没提前准备人身续命。邓飞也不想理他，死气一刀砍了蔡九的头，出了最后的恶气。婆婆，你看，你家仇人以血债血偿。可许久婆婆都没有反应，曹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婆婆已经气绝。见此情景，曹操内心很是苦闷，吩咐小弟准备口棺材后，就拉着石秀离开了刑场。区区一个江州，便有如此多人蒙受苦难。若换个人做皇帝，天下真的就会好吗？若依小弟说，哥哥若能做了皇帝，兄弟们都做大官，自然比这些狗官做得好。咱们兄弟中有许多好人不假，但也有许多曾经为祸一方谋财害命的人。哥哥是看不上他们吗？小弟不明哥哥心思。吾曾经以为善恶只在一念间，只要朝纲国法约束引导的好，天下好人就会居多。但今天却改了主意。那些掌权的狗官口口声声国法律条，却如何肯用那法来拘束自己？除非更高一层的人来辖制他。然而问题总是一样，更高一层的人或肯辖制下层，又岂肯拘了自己呢？难实在是难，大哥可有良策？
我若有良策时，也不至于憋闷了。带兵打仗在乱世厮杀，我老曹绝对是数一数二的，可让国家国泰民安、吏治清明，吾也未曾实现过呀。哥哥想得太远，这些烦恼待大哥真做了皇帝再去操心也未迟。或许是我庸人自扰吧。走，我们进去逛逛。哥哥，这是个青楼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竟带着兄弟石秀逛起了青楼，并且他不要17、18的小姑娘，反而找上了30岁的妈妈桑。两位官人何故只在门口打转？进来快活啊！老鸨一眼看出石秀还是个黄花小伙子，当靠近摸到石秀硬邦邦的晶莹后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可石秀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，走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曹操见状，立马靠过去，对着老鸨腰后一掐一揉，老鸨浑身一颤，只感觉全身酥麻，差一点摔倒。什么高人，竟有如此手段？欺负我兄弟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冲我当哥哥的来！曹操虽然低矮丑陋，但老鸨也是阅人无数。他一眼看出曹操身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，就连京城的王爷也比不上他3分。于是猜测他绝非常人，立马使出浑身解数开始发展。亲哥哎，奴家只是个苦命女子，何曾有本事欺负人呢？哈哈哈！十字街头刚才剐了菜酒，满地都是杀的人头，没本事的今夜敢开门。老鸨浑身一颤，压抑住内心的惊恐，猜测曹操若不是京城贵人，那就是梁山的大贼头，而如今贵人绝不敢上街，所以必是贼头。于是打算继续装傻，先想办法哄得曹操高兴了再说。亲哥，我们这共3层，就是皇上来了，他也只能进2层。我看两位气宇不凡，走和我一起上3楼逛逛。随后老鸨让所有金牌姑娘都来3楼，并且端出了珍藏80年的好酒好菜。曹操一口下去，只觉得回味无穷。这酒不错，要给二郎带1瓶。哥哥别光喝酒，看看我女儿们啊！曹操一眼望去，这群姑娘都是花一般的年纪，并且各个角色甚至比当年他铜雀台中的妾们还要漂亮那么一点点。只是在曹操现在看来，却是少了一番滋味。兄弟，有没有和你眼缘的？哥哥这兄弟是个老实人，不像你一般坏。哼！哥哥，这里是天宫吗？为何有如此多的仙子当面？我这兄弟可是江湖上的英雄，为人正直，心地善良，并且武艺超群。只是现如今还是一枝黄花，不知你们谁有兴趣娶了他的黄花？小蹄子们别装了，喜欢就过来吧。只是谁若得了手，包出去的红包可不许丢了怡情楼的脸。此时石秀只觉得目眩耳晕，一听到红包就以为要付钱，立马摸出34两金银，还边问曹操，生怕带的钱不够。曹操见状，哈哈兄弟，耳朵如何长的？人家说是包红包给你，不然你黄花能让人白折了。我一个大男人还能靠这个挣钱？可石秀毕竟是第一次，看着身边的姑娘们，尴尬的手都不知道在哪里放。曹操见状，哈哈一笑，上去把他的手放在了姑娘的身上，随后劝解道：兄弟，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阴阳调和才是造化之道。而你先前太过阳刚，现如今为何不应了？这便是以柔克刚之理。领会到这一点，你的武艺还能再进一步。虽然这番话是曹操瞎说的，可此时石秀满脑子江湖，哪里能分清好？只是不断谢曹操指点，随后开始领悟阴柔之道。亲哥，你兄弟都陷入了温柔乡，你如何不叫人陪？是看不上奴的这些女儿吗？天上仙子不过如此，岂会看不上眼？只是放你在座中，天仙也要检测，你叫别人如何比？老鸨顿时老脸一红，曾经他也没少被客人调戏，但都只是心如死水。可没想到这次曹操3言2语，竟勾得他心脏砰砰乱跳，思索半天，竟只说出：妾身残花败柳，客人莫要取闹。女儿们也看出了妈妈的不对劲，低头议论妈妈，怕是看上曹操了。谁和你取闹？芸娘慧眼识英雄，难道在下这双眼就不如你识不得美人吗？你这些女孩美意美哉，就如初春花朵，娇嫩可人，在我兄弟眼中自是绝色，但在吴某看来，花之美者，或出于之莲，或傲霜之菊，或带雪之梅。芸娘可知这3种花共同处？莲菊梅，我配吗？芸娘是个无知妇人，属实不知共同处。他们的共同处就是都一般的娴熟安然。莲花赤日高烧，它自亭亭照水；菊花秋风萧瑟，它自凌霜毒放；梅花天地皆白，独它一点嫣红。无冠芸娘，正如莲菊梅也。这些话说完，芸娘的脑子仿佛炸开，抬眼看去万般皆虚，只有那并不俊俏的汉子十分可亲。这位爷说话也太动听，芸娘妈妈的不嫁之事怕是要破了。大爷你有福了，妈妈可是个女富婆。大哥不愧是大哥，男人愿意和他同生共死，女人也都为他倾心。随后曹操又说了些动人情话，老鸨终究把持不住，和曹操度过了快乐的一晚。第二天老鸨也十分不舍，过了好半天才放曹操离去。而两人一出门，就听见怡情楼内传来了哭泣之声。大哥快看，这是曼曼给我的红包。嚯，竟然有1两银子，当年张顺兄弟也才5个铜板。还有珍珍、秀秀、杏儿、秦香、兰溪，这些银子我一定要珍藏起来。别人黄花都是论枝，你这是开了一盆啊！从此梁山内有了石秀一条妻的传说，这羡慕坏了别的弟兄。可就在回梁山的路上，探子突然来报，他们的黄门山被人占领了。
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刚准备屯兵造，没想到山寨竟被土匪偷了家。曹操一怒之下，带着4个弟兄决定打回山寨。爷爷们几天不在，你这鸟人竟占了我的山寨！实话告诉你，你这山寨爷爷瞧不上，10项的交些金银珠宝，爷爷就把山寨还你。大哥，你看这厮浑身黢黑，满脸络腮胡，要是脱了衣服，怕不是铁牛的兄弟。贼死鸟！爷爷同你们商量，竟敢取笑爷爷，记住此山寨，爷爷便不还了。谁要你还？你凭本事夺得山寨，爷爷们自然是凭本事夺回来。这话说的像是个好汉，你应该就是马人吧？你武艺不行，换你大哥来。黑丝竟敢小瞧我，来尝尝你爷爷的双刀。须臾间2马交接，刀剑不断撞击，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。7、8回合后，马林力气不如敌方大，刀法尽迟缓。停手吧，你不是对手。这厮蛮力不小，技巧也娴熟，小弟无能折了威风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怀？不过我观此人倒是无甚敌意。他虽没敌意，但我毕竟败了一场，先杀一杀他威风再说。黑大汉，让你爷爷来收拾你。听闻你是军官出身，让爷爷见识见识你军中枪法。说罢，策马一冲，左手剪刀偶砸，右手剪拦腰扫。欧鹏不加理会，野苍蝇分心急刺，飞汉佛剪下砸，右脚上挑，当的一下夹住欧鹏指枪，两个人同时用力，僵持片刻。欧鹏低吼一声，撤出枪，转刺咽喉。这2人正是对手啊！随后2人连战40、50回合，都分不出胜负。就在这时，李逵提着大斧冲了过来。咦，这黑丝倒是面善，欧鹏哥哥停一停，带铁牛问这鸟汉几句。欧鹏心知李逵莽撞，不愿和他争执，便5个枪花跳出战团。你这厮为何不打了？爷爷且看你兄弟见面。咦，这黑丝倒是面善。欧鹏哥哥说什么鸟话？他若是我兄弟，你如何是他爷爷？你这厮和老爷好像，可老爷又没婆娘啊，你也不可能是老爷的儿。老爷倒是有婆娘，不过婆娘美得很，生不出你这般丑儿。哎呦嚯，你这长相还有婆娘肯嫁你，抢来的吧？放你娘的鸟屁！老爷的婆娘乃是我大哥说美，明媒正娶来的。当真美得很吗？骗你一句爷爷名字倒着写。你这厮倒是好福气，可惜我没个好大哥，也没婆娘肯要我。对了，你为何要占领黄门山？本想去陕西寻大侠铁臂金刀周通学习武艺，可一不小心迷了路，又花光了盘缠，所以就想借用山寨几天，打劫一批财物当作盘缠。也是个可怜人，都鹏哥哥，要不山寨就借他几天，我来替他担保。若是他到期不还，你就大耳瓜子抽我。你肯为我担保，果然是仗义好汉。罢了，我不同你胡乱扯了，你和我哥哥武大郎说说吧。那个矮子就是武大郎，你的婆娘就是他给你说的。那是自然。武孟德，武大郎的名声，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，江湖上都说你是好汉，当受我牛皋一拜。牛皋兄弟不必多礼。你这是认了我做兄弟，太好了。大哥，你何时为我说媒？缘分2字奥妙无穷，待你缘分到了，我自替你主张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老娘。大哥，且先去小弟山寨歇脚，我的老娘也在寨中。我的山寨！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急不可耐的就要找前妻潘金莲洞房，可没想到回家路却被人拦住。你等鸟人识相的交出钱财，脱光衣服，便留你们一条性命，让你们晒着鸟出芒砀山。好朋友，路别走窄了，在下乃是托塔天王晁盖，凭这几个字能借到吗？倒是省了小爷费鞋底找你，只要拿了你晁盖，你那偌大的名声不就是我的了？拿命来！识得小爷赤发鬼刘唐吗？我乃魔王，岂认得你小鬼？不过你要纳命，我就勉强收了吧。说话间两马相交，刘唐奋力一刀劈出，恨不得连人带马一刀劈碎。可混世樊瑞突然手一翻，掌心多出了一个铜锤，一下割开刘唐大刀，随后一把丢出流星锤。刘唐下马，听到声音，刘唐想都不想选择了下马。虽然摔得不轻，但起码保全了性命。哎呦嚯！你这次倒是精绝，有能耐来和我战一战啊！胜负未分，你这厮和谁酣战？虽然只教了一招，但樊瑞知道刘唐是个硬手，若是正面攻击，他定打不过他。于是当刘唐过来后，只见樊瑞高呼一声急，随后空中就出现了一尊神像，他手中拿着铜锤，和樊瑞手上的锤子一同攻下。刘唐见不住，揪出大刀，随后狼狈逃窜。樊瑞刚想追击，石秀就出马迎战，一个个来，叫你们一个个死。可石秀哪里会怕，手中刀法如骤雨，轻中有重，重中有轻，没一会就招架不住，想要逃跑。
好刀法，石秀兄竟悟出了刚柔并济、阴阳相合之力，以后大事不凡。曹操顿时想起青楼他指点石秀的一幕，没想到竟真让他悟出了刀法，怪不得当天他能一挑七。另一边，樊瑞又想再次。可就在掐咒念诀时，突然听到石秀开始咒骂：“你这不孝子，又要唤出你那死后都不得安生的鬼佬子吗？”樊瑞本就处于紧绷状态，听到这番咒骂，顿时气急攻心，随后遭到法力就吐了口鲜血。而石秀抓住机智把刀劈到身上，只是他身上铁甲极厚，只对他造成了皮肉伤。两位兄弟，杀光他们替我报仇！见对方大兵出动，曹操立马扭头就跑。因害怕对方不肯远追，还特意砍断马车锁头，让无数铜钱哗啦啦落在地上。果然一见到钱，喽啰们跑得更快，来到马车边开始捡钱，捡完继续追赶曹操。等2、3里后，曹操见喽啰们又没了力气，随后故意砍断第2辆马车，又崩出了万贯铜钱。这下所有人更加兴奋，开始怀疑他另外2辆车内还装有金子银子。随后鼓起力气又追了3里的。此时2个头目已经气喘吁吁，他们穿着50、60斤的铁甲追了这么晚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而他们原本整整齐齐的队伍，也因为捡钱变得混乱不堪。曹操见状哈哈一笑，立马吹响口哨，接着树林内突然窜出了大量人，而李逵一马当先，一人冲入对方阵中，喊杀无数。曹操见这群刀手练得不错，顿时有些心疼。降者免死，是好汉的都别投降。降了，我等没一个好汉。李逵憋屈的不行。这时他看到远处还有一群捡钱的喽啰，看他们没有投降，立马追去开始砍杀他们。而他们2000人被李逵一人追赶，竟无一人敢回头。随后曹操抓住了八臂哪吒项冲、飞天大圣李衮，问出混世魔王身份后，就带人追了过去。此时樊瑞也休养好了身体，见兄弟被捉，喽啰被杀，顿时心中升起怒火，再次大喊一声急。神像出来后，又是一锤砸下。李逵招架不及，想起曹操教他的破法术，他一下咬破舌尖，吐出舌尖血。当碰到神像后，只见神像轰的爆炸，樊瑞也发出了惨叫。因法术被破，樊瑞十分暴怒，带着自己调教的300魔兵就扑向了李逵。黑虽拿命来，铁牛莫怕，我牛皋来也。举。只见天地间顿时生出黑气，笼罩了曹操一行人，在气中生也看不见。为了不伤到主犯，甚至连武器也不敢挥。可300魔兵却因为法术加深，在黑气中看得十分清楚，随后开始大开杀戒。妥协误事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？众人听到提醒，突然恍然大悟，把事先准备好的飞狗血、童子尿全一股脑的甩了出去。而这污秽之物碰到魔气，没一会竟全都散开。见黑气消失，李逵一斧子下去就砍翻了5、6个魔兵，而其余好汉也是怒吼一声开始厮杀。魔气是波胜，看头戴3叉银冠，结果现在上边挂满了天魁布，怎么抖也抖不掉。这恼得多胜3尸神暴跳，五脏气冲天，一条大戟宛如蛟龙出海，一下杀死50、60魔兵，随后直接擒住了樊瑞。便是这灵日的混世魔，害我触犯这般邪煞没头，不杀怎消这口恶气？留他性命。大哥何必要留他？这魔头害得我好惨。我听你2兄弟说，你夜观天象，看出女真强盛，宋辽倾颓，几年内必有大战。此想法正与吴某不谋而合。哪位高人给你说的？何须高人？我自己看不出吗？你竟看得出？你打算怎么做？想怎么做，暂且不能告诉你。想做什么，倒是可以说说。我要让天下一族记住一个道理：汉人并不懦弱，反而勇武智慧。吾要让日月所照之土，皆有汉之羔羊。小弟樊瑞，江湖人称混世魔王，求仁兄收物，干这番惊天事业。不必多礼，都是自己兄弟。曹操欲带小弟2上青楼，谁知竟被李逵惹来杀身之祸。奶奶的，把我画这么丑就算了，怎么价钱比王一那鸟人还便宜？快来人，一起诛杀梁山贼寇！没一会，哗啦啦的就出现了50官兵，手拿长矛围住了李逵，接着胡乱的捅了上去。可没想到李逵看着笨拙，手上2柄大斧玩的却很是灵巧，不光上下齐手打斧，当盾牌打住所有攻击，还抽空向官兵还击，每次挥击都能砍倒一大片。这一下让官兵闻风丧胆，也顾不得建功立业，立马就向城门口跑去，随后准备关闭城。你那厮就算闭了鸟城门，老爷爷砍他7、80鸟洞。一声怒吼吓破了官兵的胆，门也不敢关，就向城内跑去。而曹操本想提醒李逵该走了，没想到周围百姓开始欢呼，梁山好汉来彭城审狗官了。欢呼下，李逵愈发兴奋，提着板斧就杀进了城中，而曹操也跟了上去。小可宋江，今日就替你们主持公道。没想到一进城，就见街道周边冲出了100名身披铁甲的死士。这城中竟养了一批私人死士，看来今日要好好舒展舒展筋骨了。一群小小之辈能死在我们手上是他们的福分。铁牛开战后，你什么也别管，只管冲杀大门，把那20人干掉。随后打开大门，栾兄你我2人切勿冲杀太深，我说走就要走。哥哥只顾先走，兄弟这杆枪在此，绝不放过一个。不至于此，3个来3个走，不许冲动。你是宋江，我看你就是方腊派来刺杀我的探子。众儿郎，给我杀！曹操不废话，抬手一箭朝着朱勋射去，随后立马大吼召集行事。朱勋见状，赶紧吓得退到人后。
李逵虎吼一声，朝着城门厮杀而去，而曹操三面而射，一口气射光12支箭，射死了10个带头冲锋的猛将，这直接让敌人胆气一寒，冲锋的速度都慢了些许。曹操见状，拔出宝剑怒吼。阮兄弟杀敌！随后两人朝着朱勋杀去，打算擒贼先擒王。朱勋也没想到两人如此勇猛，连忙大叫：“挡住！杀了他们！杀了！老爷重重有赏！”顿时100多如狼似虎的死士扑杀过来。虽然曹操完颜兜英勇无敌，但也不可能抵挡这么多人。突然，一旁酒店2楼窗户被人踹飞，一人探出身子大叫：“你这厮剑法不济，且看我的射法！”只见那人挽弓搭箭，一次3箭射出。每箭都能插中敌人咽喉，曹操大惊，此等剑法除了花荣外绝无人可比。虽不知对方到底是谁，但有了帮忙，曹操也没多想，直接弯腰举起宝剑，接着马腿的冲力，像串糖葫芦般一样一次捅了好几人。胳膊真是好剑法。栾廷玉也是枪法大开大合，顷刻间就杀人无数。而死士哪里见过如此勇猛之人，再加上有人出面帮助，也是吓得连连后退。可死士人数还是太多，没一会，一旁的街道又冲来好几十人，想要围攻杀了曹操。而曹操刚准备继续冲杀，突然街边店铺突然发生爆炸，一个胖和尚手拿禅杖带人从店内杀了出来。久闻宋公明大名，不料本事如此了得，且不必顾虑后路，自有我兄弟挡之。随后胖和尚怒虎一声杀向援军，一条手臂粗的禅杖被他舞虎生威，死士只要沾上不是重伤就是身亡。莫非这就是方腊手下人物？这耍剑的本就恐怖，这和尚竟也如此厉害。随后又有几人冲出，个个都是江湖一等的好手，只有一个17、18的少女剑法有些疲软，曹操还分心救了他好多次。宝光贼僧，方腊竟派了你们几个前来。若是你们死了，方腊岂不是断了一臂？张统治何在？速速出来擒杀贼寇！随后只听号角响，街边竟然出现了7、800身披金甲的精兵。曹操心中大惊，知道这是中了计，连忙呼喊大家快跑！你先走，我殿后。你连杀人都不敢，殿个屁的后！只见曹操一把提起少女，就把她抱到了自己的马上，随后呼喊众人逃向城门口。这时李逵也杀到了城门口，直接一斧子劈开了城门，众人顺着破门赶紧出城。一行人跑出了许久，甩掉追兵后才原地休息。曹操这边只有3人，而方腊那边也有5人。简单介绍了后，曹操才知道他们是来刺杀朱勋的。没想到李逵莽撞，一不小心落入了人家的陷阱。接着方腊那边解释了和朱勋的仇恨，曹操听完决定和方金之一起替他们报仇。曹操意外穿越武大郎，御史美人击杀狗官，捆绑了方腊女儿送到狗官坟间。小宝贝儿，老爷来了。朱勋刚说完，只见曹操一把扯下方金之绳子，随后拿出紫青宝剑。朱勋狗贼，今日我就要为表姐血债血偿。都督监救命了！都督监刚拔刀要去战方金之，只见曹操一剑刺来。这位将军，我来陪你过几招。曹操刷刷刷一连几剑，杀得伏都监满脸是汗，生本人心去帮朱勋斧刀。同样很快，帐篷内的动静也吸引了外边士兵的注意。虽然士兵有额度200多，但精锐都被派出城抓捕曹操了。城内的都是老兵油子，在栾廷玉一枪刺死好几个后，其余人纷纷躲得远远的呐喊助威，就是无人敢上前一步。而另一边起回合后，曹操也摸清了伏都监的实力，故意卖了个破绽。伏都监果然上钩，曹操抓住机会，一剑刺入伏都监咽喉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但另一边方金之却还未干掉朱勋，虽然他武艺高强，却心底极其善良，一连捅了朱勋28刀，都只是皮肉伤，疼得朱勋滚出蓝壕。姑娘，这是要凌迟了他吗？照这般下去，明年也杀不了朱勋。我本也是杀人如麻的，只是这厮太丑，我不屑杀他。但我在表姐墓前发过誓，要提着厮的猪头回去祭奠。那吴某来帮帮你。那你要保证，见了别人就说是我杀的朱勋。自然如此。随后一刀干脆利落刺入了朱勋咽喉。要不再帮我一次如何？你若帮我，我就原谅你刚才的无理举动。即是诈降，当然要让对方相信你长得这么美，不摸2下谁能相信？总之你这厮不是好人，宝光大师那么多人，竟没人发现你搞鬼。你皮着，你不防好人做到底吧？这可都是我辣手无情亲自杀的，你可别说漏了嘴。是的，女侠。几人收拾完一切，就赶在援军回来前离开了城。这是你们小姐的收获。我操！大小姐竟敢砍人首级，莫不是请五兄代劳的吧？哼，等姑娘心狠手辣，区区砍个人头算什么？五兄此事还要多谢你了。不必多谢，相逢即是有缘，我们何不寻个地方痛饮一杯？哈哈哈！我看你们4个都是难得的好汉，那还回什么鸟江南？干脆跟我大哥一起回阳谷县吧。黑探头，你怎敢挖我爹墙角？我爹要知道定打死你。还有，我们5个一起来的，为何只说他们4个是好汉，我便不是吗？爷，大妹子莫怪，一时忘了你。你等5个一起来，让你女子孤身一人回去，果然不妥。要不，你挖我爹墙角还不算，还要我也跟了你哥哥啊！你可不能跟，我哥哥已经有了2个婆娘，若是再多还如何当好汉？咦，栾教师，你是不是没婆娘？你还真是心疼我。
没看出来这女子和大哥眉来眼去好几回吗？我哪敢要大哥的女人？方姑娘貌美天仙，我再奢遮1000倍也配不上啊！哎，我也有了婆呢，若这般，只好让大哥勉为其难，反正2个也是娶，3个也是娶。你休着不说，方姑娘大人大量，我这兄弟憨得很，绝非故意冒犯。哼，都是江湖儿女，我可有那么小气？虽和几位兄弟一见如故，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若有暇时来山东，吴某定好好招待。五兄若是来江南，也来清溪县走一遭，我等都等候五兄到来。啊，怎么就要走了？仇人已死，自然要早早回去。我爹这人最爱和好汉结交，要不你和我回江南吧？这铁牛想拐人家大将来山东，这牛竟直接想把我哥哥拐走，真是擒贼先擒王啊！一个天真纯洁漂亮的女孩子的魅影，世上绝无几个男人能够拒绝。但很可惜，曹操便是其中一个。谁让他的爱好是人妻呢？嗨，江南我自愿意去，只是在下诸多兄弟却是离我不得。等我忙完手头事，定去江南拜会圣公。好吧，指望你说话算话，莫忘了我们携手杀敌，莫忘了我们的秘密，别让我一直空等。吴某绝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必不让姑娘空等。误了就误了，大不了以后相逢再娶便是。若你等不了嫁了人，那岂不是更好？你别瞪啊！你说豪情一见赠佳人，这话我喜欢。武直哥哥，江南再见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作孽啊！亏了啊！哪里亏了？方姑娘这剑虽然小巧，但也是宝剑啊！他骑走了我的飞剑啊！曹操意外打扰虎王配种，虎王一怒之下，直接干掉曹操多，直接扑了过去。曹操虽然跑得快，但哪里抵得过老虎？一瞬间，曹操就起到了嗓子眼。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老虎的爪在曹操脸前停下。原来是栾廷玉丢了棍子抓住虎尾，老虎咆哮一声，回头就要咬栾廷玉。曹操突然起来一脚踹向老虎鼻子，老虎失措，又扭头抓曹操。栾廷玉又突然使出全力，把虎尾拽得绷直。就这样，两人一来一往，打得老虎也不知道扑谁。老虎声咆哮，连连狂吼。若是绝力，必然是这畜生立长，要想办法尽快取了这4姓令。栾兄弟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栾廷玉顿时明白了曹操要干什么，于是他立马提起虎尾，一脚踹在了老虎的大鸡蛋上。雄性生物谁能忍住？老虎他嚎了半天，然后也不管曹操了。这对栾廷玉又哭又咬，但就在老虎扭头后，曹操抓住机会扯住虎耳，刺出紫青宝剑，借助全身之力，硬把宝剑刺入了巨虎右眼2尺。这下老虎撕心裂肺。随后竟然正扑曹操栾廷玉，跑出了包围圈。随后扭头红着眼看着两人，栾廷玉、曹操只觉得浑身发毛，拿起武器准备搏命。可没想到老虎并没有扑过来，反而是一跃而起，跳下了一旁的悬崖。我这一剑直贯穿脑海，就算他成精了，也必死无疑。想必他不愿死在你我手中，所以跳崖寻了了断。倒也不亏他一身虎骨，端得刚强。先前觉得武二哥打死大虫，也没觉得什么惊人。今日才知，赤手空拳打死猛虎，绝非人力所为。莫说赤手空拳，便是有条杆棒在手，又有何用？若不是你踹碎了他虎蛋，你我2人甚是凶险啊！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想的。今日是闯了龙潭虎穴吗？拼了老命才对付一头，转瞬间竟又来一头。曹操稳住心神，定睛看去，发现这只老虎比刚才小了2圈不止，并且肚子还是胀的，是个母大虫。刚才的定是她丈夫，他来寻仇了。你若有灵，自家归去，不育儿女，我等亦不伤犯。若定要厮杀，莫怪送你全家归西。既如此，莫怪我等有伤天和。哈哈哈，是栾哥哥在学大虫叫吗？有些不像，你听我叫。我的眼！李逵出来的一瞬间，老虎就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，见他身上也没武器，就朝着他扑了过去。李逵避无可避，但浑身本事也不是白长，竟然自己跳到老虎身下，死死搂住老虎脖子，然后双腿盘住虎腰，把整个人都贴在老虎身上。而老虎空有利牙利爪，一时却伤不住他。栾廷玉抓住机会，一枪捅进了老虎眼中，李逵也是死死锁住。就这样持续了半炷香，老虎竟被活活锁死。言啊，你莫害怕，你儿把这大虫掐死了。你看看他怎么死的啊！哥哥好凶残，我都掐死他了，你还戳他眼珠做甚？刚才我听声音，好像来了2只大虫。还有大虫在哪里？老娘说的不错，2虎一公一母，先前公虎被我刺死跳崖去了，母虎则被铁牛你勒死了。不对，哥哥是我儿天生便是如此，要不如何唤他铁牛？这山中既有2头猛虎，想来再无其他野兽。铁牛你陪老娘坐一坐，栾兄弟和我下山去寻宝剑。随后两人找到老虎尸体，取回宝剑，还顺手割了虎皮。但就在临走时，突然一旁钻出2只小老虎。果然有虎崽，这2崽子失了爹娘，我送他们个痛快吧。且住！哥哥莫非想收养他们？他们父亲如此巨大，相比不是凡虎，他们长大了定不一般。若是我们将其收养，以后用到战场上，老虎一声嘶吼，敌方马岂不是要腿软？好计策，
这样我等马军岂不是要天下无敌？仅凭2只虎，自然做不到天下无敌，但也的确不失为一招杀手。随后曹操又来到山上，拖着母虎的尾巴，丢下了山崖。昔日武孟德身边有虎痴许褚，能力当万夫，其字仲康。我既然自称武孟德，身边有2虎，岂不是正好叫做阿仲阿康？哥哥身边还有俺铁牛，正是有你在，胜10头猛虎。随后4人朝着山下镇子走去，只是几人没注意到，一伙官兵却偷偷埋伏在了他们的必经之路。而曹操几人正好突然见一精壮汉子拦住了去路。这个都头挡道，定是我等行踪泄露。看这左右林外脚印凌乱，林中定有伏兵无疑。这便如何是好？若是平常爷爷才不怕这群鸟人，只是现在我老母在场，他敢独自拦道，想必有些武艺。铁牛且把老母放在路边大石，栾教头去对付都头，我和铁牛去杀伏兵。好，言你莫怕，恶人拦路，儿子和哥哥去赶走他，不可下重手打人，赶走便是。好，老娘给你2个猫崽子玩玩。安顿完老娘后，3人来到都头面前。曹操看此人，突然想起叔父说他在本县有个师傅。你可是青岩湖李都头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认得我？我乃宋江，你可听闻？笑以黑三郎，正是在下。若是私下相见，必定拜见。只是此时此刻，还望哥哥莫怪。3位是一起上，还是一来赐教？哎呦我！昨日我已打死2头大虎，还差你1头青岩虎。嘿！栾廷玉抄起棍棒就向李云攻去，而李云也看出栾廷玉武艺超群，也吸起大刀和他斗了起来。此时不开杀戒，更待何时？说罢，曹操带着李逵一左一右冲进树林，2人一剑一斧，只要挥动必定带走人命。眨眼功夫，34伏兵就只剩下7、8个，其余人哪里见过如此凶神？武器一丢，喊叫着四散奔逃。而李云和栾廷玉相斗10回合，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于是大叫让伏兵赶紧出面。可许久也没人回应。他仔细一瞧，才发现伏兵死的死，逃得逃。尤其看到曹操、李逵过来后，更是心中打乱，最后被一棍响